淑慧，你得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如今的建安已经不是你能配得上的了。慧兰说的没错，建安已经是大学生了，别说是你，就是县长女儿都娶的。虽然你是他老婆，可你才小学文凭，得为他前途多想想。要是人家知道他在老家有老婆有孩子，哪还会重用他？娘，大姑姐，你们不能这么说。我给建安生了4个孩子，辛辛苦苦供他读书，他怎么能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呢？你还敢说？你看你把女儿教的，为了跟许依依抢男人，就把人推进河里。好在依依机灵避开了，你女儿作恶不成滚下河，还伤了脑袋。我们老周家怎么生了这么不要脸的贱蹄子？淑慧，你照镜子看看自己，你这脸蜡黄蜡黄的，手也粗得起皮，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，哪里配得上大学生啊？我弟弟一表人才，跟你这种人走在一起，只会抬不起头来。叫你离婚时抬举你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大姑姐眼高手低，时不时带孩子回家打秋风。她经常帮大姑姐带孩子，给大姑姐做饭洗衣服，大姑姐小产都是她伺候。大姑姐，我好歹帮过你那么多。胡说八道，你一个乡下女人能帮我什么？大姑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哪里不对？我妈是不会打吧，配不上大学生，但我妈绝对配得上你弟弟。你可别忘了，是我妈做农活卖粮食赚钱供你弟弟读大学。我妈寒冬腊月给人干苦力，眼熬黄了，手熬粗了，钱都被你弟弟拿去享受了。你现在倒是看不起我妈来了。你们周家拿我妈钱时，怎么不嫌那钱不中看？周慧兰一愣，侄女的话让她心虚了一瞬。你妈一个乡下女人能有几个钱？说的好像我们周家都是你妈养活似的。怎么没有？为了供爸上学，我妈一个女人种10亩地，她每个月至少给我爸几十块钱，4年下来怎么也有4、500了，再加上被奶奶搜刮去的钱，多的不说，也有700总是有的。你们老周家想离婚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这笔账得算清楚。淑慧被女儿震得说不出话，只觉得天都要塌了。你看看淑慧教出的好女儿，敢跟长辈这样说话。楚瑜啊，自古以来，女人就该相夫教子，操持家务，伺候男人。你爸是大学生，你妈妈才小学文凭，你妈配不上你爸，不能怪你爸不要她，要怪就怪她自己不够优秀。没有我妈供她读书，她也只是个初中都没读完的乡下人。你们周家过河拆桥这套玩的倒是挺溜。还是那句话，想离婚可以，但别想占我们母女的便宜。把离婚条件谈好了，我妈现在就签字。蒋美凤没想到孙女敢跟她提条件，等她爸回来，非得叫她爸打死她，看她还敢跟亲奶奶大呼小叫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按照法律规定，离婚夫妻都要分割2样东西，一是财产，一是孩子。财产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把我妈这些年花在你们家身上的700块钱还回来。蒋美凤眼皮直跳，哪有700块钱赔给淑慧？再说她一个乡下女人，生了这么多丫头片子，凭什么要钱？至于孩子，我妈一共生了我们姐弟4人，3女1儿，也是很好分的，1人2个孩子。如果奶奶实在喜欢我，我也不是不能考虑留在你们老周家，跟我爸享福。蒋美凤她不仅想让淑慧把孩子都带走，还想叫淑慧净身出户，等到孩子都长大了，再给点小恩小惠偷塔，把孩子从淑慧身边夺回来，让孩子给他们养老。楚瑜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孩子就应该给母亲，分开对孩子的成长不好。你们都是你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娘肯定也舍不得不要孩子的，是吧？淑慧，女儿在衣袖下狠狠抓她的手，让她根本不敢说话。见淑慧跟个哑巴似的，蒋美凤很不甘心。2个孩子实在太多了。楚瑜听笑了，要生孙子的时候4个都觉得少，离婚时2个就嫌多了。多嘛，觉得多就拿钱来补，给你们家1个小时去筹钱。如果筹不来钱，就别想我妈签字离婚。但是我得提醒你们一句，不签字离婚，你们在戴晴雪面前交不了差。蒋美凤和周慧兰满脸震惊心虚，这是真要传出去也是家丑一桩。蒋美凤最要面子，哪肯让儿子背上这种黑锅，只能咬咬牙去跟儿子商量钱的事。真离了婚，日子该怎么过？啊，我已经长大了，能赚钱养活你了。既然他不要我们了，你又何必拖着不离婚呢？可是你爸以前说要一辈子对我好的。那是以前，以前的话现在能作数吗？以前他读书需要用钱，什么好话都说得出来。如今他功成名就，就看不上糟糠之妻了，也看不上我们这些做女儿的，我们又何必阻拦人家往上爬呢？可是离婚后，妈能干什么呢？日子是过出来的，你刚离婚时肯定会很迷茫，可是日子久了，你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往下走了啊！你要记住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有我和妹妹陪着你，你为了我们也要学会坚强。听着女儿坚定暖心的话语，淑慧忽然觉得前路未卜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。周家人还没回来，楚瑜嫌屋里闷，就去门外走了一圈。大姐，妈怎么样了？这是老二楚香，今年16岁。大姐，我妈呢？这是老三楚楚，今年13，因为营养不良的关系，个头小小的。爸要离婚，我已经让妈收拾行李了。不过有件事我要跟你们说一声。什么事？这次离婚，爸妈要分孩子，想挑2个孩子出来留在爸身边。你们也知道，爸如今是大学生了，摊上了京城的高枝，今非昔比了。大姐，你说什么呢？爸忘恩负义，他再有钱我也不跟他。我也不跟，我要跟吗？跟姐姐们在一起。不出意外，爸以后会高升，会有很多钱，跟了有钱有势的爸，以后你们读书、工作、嫁人都有好处。反之，跟了一无所有的妈，一辈子都会受到连累。
这不是一件小事，你们自己考虑好。谁要跟他？您要讨饭吗？不要做官罢，我要跟妈。楚瑜能看出来这两人是真的看不惯亲爸所作所为，算是有良心的。淑慧也没白疼他们一场。你们想清楚了，跟着吗？前途未卜，肯定穷到饭都吃不上。你们真的愿意跟妈一起过这种苦日子？再苦再穷，我都要跟妈在一起，跟姐姐在一起。没错没错，我们要跟妈和姐姐一起。楚瑜拍拍他们的肩膀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在河边遇见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。楚飞，这就是原主最小的弟弟，周家唯一的男孩周楚飞。找我干嘛？楚飞，爸妈要离婚了。他把对楚香和楚云说的话复述了一次。周楚飞没想到爸妈真要离婚了。我当然跟爸了。阿奶说爸是咱们村唯一的大学生，很了不起。咱妈却连小学都没读完，一点文化没有，长得还不好看，世人都知道怎么选。都说子不嫌母丑，周楚飞可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楚瑜这句话是错的。有后妈就有后爸，你真以为后妈会对你好？那坏女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胡说，你们什么都不懂。我有眼可以看，戴阿姨说话很温柔，对我可好了。她前天给我买衣服，昨天给我买糖，今天还说要带我去金市过好日子。她比妈对我好多了。妈每次不是训我就是打我，对我一点都不好。妈难道白养你了吗？你这样太伤妈的心了。话接上集，周家院子前村民们议论纷纷，说是周建安不要淑慧和孩子们了。建安，淑慧带着4个孩子，还得种10几亩地，伺候你爸妈姊妹，日子过得真不容易。不看在淑慧的面上，也要想想孩子，离婚了孩子可怎么办？外面的女人再好也不能过日子啊！这些年你爹瘫痪在床，都是淑慧在伺候。周建安对这些人的话浑然不在意，觉得这些乡下人什么都不懂。是你叫楚瑜来分钱的，淑慧，没想到你是这么现实算计的女人，我以前真是看错你了。不是这样的。怎么不是？你为我付出不是你自愿的吗？怎么还找我要钱？700块钱，也亏你说得出口。建安，我真没有。没有就快点签字。你说配不上我要给我自由，我也只能成全你。夫妻俩谈钱伤感情，钱我不会给你，但孩子我不会跟你争，你都带走吧。周建安大度说完，掏出一张离婚协议书。结婚时说要让他过好日子，离家时说回来接他去城里享福，等来的却只有这副新男人决绝的话语。怎么还不签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淑慧，我们俩相差太大，已经不是一路人了，拖着对彼此都没好处。快点签字按手印，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好聚好散。爸，条件我已经跟我奶说过了，想必他已经转告你了。700块钱现金，孩子平分，只有达成这2个条件，我妈才会签字。周建安没想到几年不见，印象中唯唯诺诺的女儿变得这么难缠。有你什么事？爸，有没有我的事，不是你说了算，不然我就让你单位领导评评理，看看你抛妻弃子，没离婚就跟戴晴雪搞到一起的事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看看他们会不会要一个品行不端的人。楚瑜丝毫不留情面，周围乡亲们议论纷纷，都在戳周建安脊梁骨。周建安一听他提起戴晴雪就慌了神。亲，700块钱我答应你，可你这个做妈的忍心让孩子们分开，忍心抛弃他们，你口口声声说爱孩子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母爱。淑慧你怎么忍心了？楚瑜不知道周建安是哪来的脸质问淑慧，他从来都没带过孩子，问这种话就不脸红吗？我当然爱孩子了。那就好，孩子一直是你带的，分开对他们成长没好处。再说你应该体谅体谅我，秦雪有个女儿，我再带2个孩子，以后可怎么生活？你把孩子带走，我每个月给你10块钱生活费，怎么样？淑慧动摇了，她真的舍不得孩子，哪一个都舍不得。不行，你觉得孩子多，我妈可以帮你多养一个，我们姐妹3人跟我妈。至于周楚飞，他是你们周家的种，就由你抚养，你少养一个孩子，补齐我妈300块钱，拢共给我们1000元钱，以后我们姐妹3人读书结婚都不关你的事，也不会找你要1分钱。不行，1000块钱太多了，我哪来那么多钱给他？他淑慧一个农村妇女，没工作没学历，还吃我们喝我们的，凭什么要我们给他钱？算了娘，不离婚，秦雪那边我没法交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人戴家是什么人家，能让我一个没离婚的男人跟他们女儿在一起？离了婚，摊上戴家高枝，以后戴家的不都是我的？1000块钱算什么？你别只看眼前那点蝇头小利。你确定戴秦雪是那什么戴家的女儿？这还有假？我亲眼看见秦雪进了大院，亲眼看见她坐上一辆4轮子的小轿车，我找人家打听过，大院那户人家就是姓戴，错不了。再说秦雪的气质是普通人家能培养出来的。不就是700块钱吗？他儿子说了，以后都能赚回来，以戴晴雪的家世，7000都值得。只有这些了，剩下的300先欠着，容我们再去凑。楚瑜怕夜长梦多，连这700都拿不到，连忙示意让母亲把按手印按了。接上集，母女几人按完了手印，刚走出门口，就与匆匆而来的戴晴雪碰个正着。就是你把我推下水的吧？苍白的小脸写满不可置信，她没想到楚瑜会这么直白地说出口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没有推你，是你自己掉下去的。周楚瑜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依依那么柔弱可人的女孩，怎么可能推你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胡搅蛮缠吗？是吧？
楚瑜，依依不是那种人。赵汉乔楚瑜正眼都没瞧他，渣男而已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。怎么不是你推的我？你说你妈妈勾引我爸爸，你勾引赵汉乔，你们母女把我们母女俩的男人都抢走了，还说我爸4年前就跟你妈搅和在一起了，我妈供我爸读书的钱都给你妈买衣服了，你还打了我一棍子，说把我弄死在河里，也没人会怀疑你。你血口喷人，我没有这么说，也没用棍子打你，我只是推了你一下，谁让你自己不小心滚落河里。话音落下，许一才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，他脸色苍白地看向周建安。周叔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戴清雪示意他稍安勿躁。周建安这人最要面子，他并不在意女儿是怎么跌落河中的，可是当众被人闹了个没脸，他脸上无光，对女儿也会记恨起来。建安，这事是依依不对，他以前是个很懂事听话的孩子，从不舍得伤害别人，怎么来了这里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？也不知楚瑜说了什么刺激他的话。难怪你奶说你不是好东西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小年纪就会挑拨离间，把家里搅和得鸡犬不宁。有什么样的爸就有什么样的女儿。我爸爸抛妻弃女，挥霍妻子种地的钱，跟狐狸精吃喝玩乐，自己孩子不养却要养别人的女儿，为了别人女儿颠倒黑白，把水盆子往亲生女儿头上扣，凭借一己之力把这个家搅和散了。我这个当女儿都能搅和，实在不足为奇呢。你，楚瑜根本不给亲爹回嘴的机会，骂完就走。这位破坏别人家庭的戴女士，我弟弟就麻烦你照顾了。他那人虽然混了点，能吃了点，不懂事了点，白眼狼了点，但别的方面都还是挺好的。你这个当后妈的可别亏待了他，务必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才好。一句话说的戴清雪的脸色都变了，万没想到周建安竟然把周楚飞留了下来。楚飞很可爱，是个乖孩子，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这孩子跟我有缘分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楚瑜似笑非笑，那眼神让戴清雪很不安。母女4人没再留恋，拎着包裹很快出了周家村。夜幕将至，出来走了10里路就到了淑慧娘家山关村。楚楚天生右眼残疾，晚上就看不太清楚了，走路都要人搀着。楚楚的眼睛做手术就能治好，做手术需要800块钱。谁呀？嫂子，是我。淑慧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嫂子，我带着3个闺女被周建安赶出来了，现在没地方住，想在嫂子这借住2晚，等我们找好房子就搬出去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让你们住，你们要是来在我们家不走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去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我家房子小住不下，你们爱去哪去呢？淑慧大哥大嫂是个势利的，原先对淑慧还不错，听说周建安不要她，就再也不搭理这个妹妹。紧闭的大门却始终没有打开。淑慧，还真是你，你怎么来了？此人是淑慧的二嫂，二哥家日子难过，淑慧不忍心借住。二嫂，我被周建安赶出来了，他有了别的女人就不要我了，孩子也不要了。眼看你就要熬出头了，杀千刀的周建安却要跟你离婚，这也太没良心了。自己的孩子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你说你带着3个闺女，往后日子可怎么过？小妹，是不是周建安不要你们了？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，你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，楚与楚香，楚是他亲生的闺女，他凭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？我这就去找他算账。原主的记忆中，二舅对他们很不错，哪怕家境贫困，也时常带些红糖去看望他们。二舅，我妈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，他们已经离婚了。小姑，你们怎么带这么多包裹来我家？逃荒还是地震了？去，没一点眼力见，大人说话有你神事。对了，楚飞呢？那孩子真是被宠坏了。二哥，是我不会教孩子。对于这个外甥，舒爱国一向不太满意，觉得他被老周家给养歪了。行了，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。你把楚瑜几元就教得很好，现在不提这些，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舒慧无助地望向女儿，她一向没有主见，男人在家时就听男人的，男人不在就听女儿的。我想先给楚楚治眼睛，明天要麻烦二舅陪我妈去市里，把楚楚的住院费给交了。等楚楚手术做完，我们就搬走。舒爱国见他这样客气，有点不高兴。你这孩子跟二舅还客气什么？你妈刚离婚，又带着你们姐妹3人，能搬去哪里？家里再穷也有你们一口饭吃。处于前世的外贸公司生意一向不错，到他穿来之前，5套金饰房子，3辆车加上不菲存款，不论是摆地摊还是干个体户，只要能赚钱养家，他就愿意干。我打算给我妈开个铺子，不过一切都要等楚楚做完手术再说。舒爱国点点头，现在县城有好些个体户，妹妹要是愿意走出这一步，倒也能养活自己。次日一早，舒慧和舒二哥天不亮就爬了起来，楚瑜也被外面的谈话声吵醒。他出去时，舒爱国正推着家里那辆2手自行车往外走，楚瑜还得筹剩下的医药费，就没跟去。妈，钱你装好了。舒慧点点头，把700块钱塞进内裤上缝制的布袋里。这是楚楚的手术钱，妈不会弄丢的。楚瑜觉得让舒慧有点事忙也是好的，可以淡化离婚带来的伤痛。就是还缺100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凑齐这个钱。妈，你只管照顾好楚楚，先把700块钱交上，剩下的我慢慢想办法。楚楚有些害怕，但一想到眼睛能治好，也是满脸雀跃。山关村靠山，前些日子刚下了一场雨，野草疯长，道路难走。楚瑜拿了把镰刀，边走边割草，才堪堪前行。山关村这环境，还真不知道能做什么赚钱。可是楚楚的手术就会花光所有积蓄，还倒欠医院100块钱，不赚钱，他们连生存都成问题。楚瑜苦思冥想，
鬼使神差拐进了一条小路，小路的尽头有个硬币的山洞。山关村的山上有不少这样的山洞，被野草遮盖住，看不清里头的情况。楚瑜清理完野草走进去，远远就看到山洞里有一团白色东西，定睛一看是蝙蝠的头骨，脚下踩到一处松软的东西，半蹲下一看是很多椭圆形的颗粒，表面略粗糙，棕褐色，破碎的就成粉末状。这东西越看越眼熟，前世楚瑜帮他妈妈熬中药，就见过这味中药药材夜明砂。夜明砂就是蝙蝠粪便，有清肝明目、散瘀消积的功效。这玩意没有季节限制，什么时候都能采集，赚点生活费不成问题。楚瑜是个行动派，说干就干。他飞奔回舅妈家的厨房，翻出2个大麻袋，一把铲子，又拉上一个带轱辘的板车，好把麻袋运回来。表姐，你干嘛呢？去山上装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蝙蝠的粪便。什么？蝙蝠屎？你拿麻袋装屎？小江瞪大眼，做了个呕吐的表情。他很难把漂亮的大表姐跟屎联系在一起。所以你要不要跟表姐一起去铲屎？小江一脸嫌弃，却被猎奇心理驱使，跟着楚瑜七拐八绕进了一个山洞，身后跟着一个倒霉孩子。楚瑜怕山路难走伤了他，一路提醒他注意安全。小江，帮姐姐撑着麻袋。你自己装屎就算了，还叫我帮忙？蝙蝠的粪便就不是粪便吗？臭死人可怎么办？等姐姐赚了钱，给你买冰棍吃。他没听错吧？表姐竟然要用蝙蝠屎赚钱。等姑姑回来，得叫她带表姐去医院看看脑袋。接上集，在小江的帮忙下，楚瑜顺利把叶明砂拉进二舅家大门。江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楚瑜，你把这玩意儿带回来干什么？楚瑜没有隐瞒，想赚钱就要获得舅舅舅妈的支持。舅妈，蝙蝠粪便学名叫夜明砂，是一味中药材。我有个同学祖上是老中医，跟我提起过，说中药站一直收购夜明砂，只是比较冷门，没什么人知道。我今天上山时见到了，就带了一些回来，打算送去中药站试试，看能不能卖点钱。舒二嫂是个宽和的人，外甥女想赚钱，她也不能打击了人家的积极性。楚瑜长大了，知道赚钱了，这夜明砂该怎么处理？你跟舅妈说，舅妈帮你弄。舅妈，这2天没雨吧？没呢，前几天刚下过雨，估摸着下面半个月都没有雨。还好水稻栽得早，不然前2天雨水那么大，水稻根没扎好，叫雨水一打就飘在水面上，还得补栽，那得费多少心思。前世楚瑜了解过夜明砂这味药材，知道把蝙蝠粪便从山洞中铲出来，晒土晾干就是夜明砂。楚瑜把夜明砂筛土后放在院中铺开晾晒，夏季日头毒辣，热气蒸腾，地面温度足以煎鸡蛋，不出半日就能把夜明砂晒得焦干。楚瑜忙完了活就去门口陪表弟一起玩，刚站了没多久，就见一个男人推着自行车往这里走来。大伯，你怎么买这么多西瓜？舒建党蹙了蹙眉，眼皮都没撂，把楚瑜和小江当成空气，目不斜视地走进家门。舒大舅妈廖红梅从里头探出头，得意地哼哼2声，扑通一声关上院门。表姐，大伯为啥不理我？前2年周建安考上大学，舒建党对楚瑜这些外甥女都还不错。自打知道周建安要离婚，舒慧带着3个女儿无家可归，舒建党和廖红梅就不理他们了。10分钟不到，廖红梅抱着半边西瓜出来了。婶娘，这西瓜是不是拿给我吃的？廖红梅眸光嘲讽，似笑非笑地瞥了小江一眼，就把那还有一半红瓤的西瓜往地上一扔。想吃西瓜，叫你妈买呀。小江察觉到了大舅妈的恶意，她吸吸鼻子，委屈巴巴地趴在楚瑜怀里。表姐，我也想吃西瓜。廖红梅冷哼一声后直接就走了。小江，等姐赚钱了，给你买一车西瓜，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姐说到做到。表姐，我相信你。廖红梅和西瓜给小江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。晚饭时间，舒爱国见儿子兴致不高，随口问道：小江怎么了？楚瑜略一沉吟，如实把舒建党和廖红梅的事给说了。你大伯没理你们，你婶娘还当着你们的面把半边西瓜给扔了。没错，我问他是不是拿西瓜给我吃，大舅妈还说想吃西瓜叫你妈买去。这可把舒爱国气得够呛，可惜1分钱难倒英雄汉。小江身体不好，年前生了场重病，医药费花了好几十，眼下家里饭都要吃不上了，实在没钱豪横一把，给孩子们买点西瓜解暑。男孩子要有点骨气，看到人家吃东西就避开，可别没眼力见往人家面前凑。知道了。二舅妈脸色也不好看，他们和大房还没分家时，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事。舒大舅家买什么东西都要关上门吃，二舅妈能理解，毕竟这年头家家都不容易，孩子又多，买点东西这分一点那分一点，自家孩子就吃不着了。二舅，不要为了不相干的人不痛快，等我赚了钱就给家里买一车西瓜。二舅，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咱非要把西瓜给吃明白不可。一句话不仅把舒二舅逗笑了，还把饭桌上其他人逗乐了，饭桌上的气氛立刻轻松不少。姐，你买一车西瓜别忘了我。还有我们呢。我就等着我大外甥女给我买一车西瓜。对了，二舅，楚楚那边怎么说？我妈一个人能行吗？约好了下周做手术，医院没有病床，你妈就带楚楚在走廊里等着，这几天怕是回不来了。听说舒慧和楚楚没事，楚瑜也就放心了。他又跟舒二舅说起叶明砂的事，舒二舅的反应跟他媳妇差不多，孩子好不容易想赚钱，可不能打击孩子的积极性，得以鼓励为主。二舅，你明天出门吗？我想借你的自行车去趟县城。不出门，你要用就用，跟自己亲舅舅还这么客气。话接上集，今天楚瑜要去药材回收站，舒二舅帮他把装带好的叶明砂抬上自行车。二舅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去吧，路上小心点。楚瑜转了一圈才彻底驾驭他，
不得不说，这年头的自行车质量真不错。姑娘，你卖什么呢？是同行就有竞争关系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是家里种的山药。大爷，你卖什么呢？家里收了点菊花，晒干后我就拖来了。这玩意赚不了几个钱，也就能喝小酒，抽烟。干菊花清热解毒，在市面上较为常见，收购价格不会太高。再说菊花晒干后不压秤，大爷就带了一个麻袋，这能换几个钱？可他胸口的口袋里还藏着一包纸烟，露出半边边角，隐约可见大前门3个字。过来吧，早点盛完我就关门了，待会还有个会要开。楚瑜应了一声，想把麻袋给搬下来，可惜麻袋有点高，他身高力气都不够，吃力的挪了半天，也没把麻袋给挪下来。那戴眼镜的工作人员见状，就出来搭了把手。谢谢大哥，多亏了你给我搭把手。小姑娘家的，拖这么多东西可不容易。他有礼貌，嘴也甜，工作人员对他很是客气，主动帮他解开麻袋。工作人员戴上手套，抓了把夜明砂，松开后，手套上没有任何残留，足够干燥，可见没有掺水压秤，就把麻袋拖到秤上了。楚瑜很是忐忑，生怕人家不要夜明砂。好在工作人员很快掏出单据来开单了，他这才松了口气。开好单的来这边结账。楚瑜就去了另一边，还排在刚才那老爷子身后。女工作人员核对后撕下2张单据，往柜台一放。是你俩的吧？对重量，没问题，我就结账了。单据被工作人员放混了，楚瑜瞥了眼面前单据上老大爷的干菊花，老大爷瞥了眼他的山药，俩人默默收了钱，默默走出中药站大门。没想到我老头子活了一辈子，今天叫验着了眼。你这丫头卖夜明砂就直说，那玩意儿送我都懒得收，有什么可瞒的？您不也一样吗？说什么干菊花，其实卖的是毒钉子，一小麻袋就赚了30-40。毒钉子也是一味中药材，价格可不是干菊花能比的。计划经济时代，物资稀缺，毒钉子的收购价一直不低，难为老爷子能找到这条门路。你这孩子就知道抓住我老头子的小辫子不放，你能知道卖夜明砂，可见是个聪明的。不过夜明砂的采集虽然没有时间限制，却以夏季为主，这会自县城的中药站收得多，过了夏天就不大收购了。你要是想赚钱，就趁夏天把夜明砂给卖完。楚瑜头一次卖夜明砂，并不懂这些弯弯绕绕，多亏了大爷提醒。谢谢您，我会早做打算的。行，是个听得进话的。那我老头子再指点你一句，市里的中药站夜明砂收购价格比这边高，你要是能送去市里卖，至少能多赚2块。楚瑜今天带了200斤夜明砂，县城收购价是2分钱1斤，拢共赚了4块钱。照老爷子的意思，市里收购站该有3分钱1斤，他一趟就能赚6块钱，足足多了一半呢。老爷子，谢谢您嘞，咱们有缘再见，等我赚钱了请您抽大前门。老爷子被这丫头逗笑了，一看就是没经过社会毒打，没啥社会阅历的，竟然跟个老生意人似的，要请他这老头子抽大前门。好，这才哥玛呀，就知道给我画饼了。4块钱听着少，可架不住购买力高。80年代初，人们还没体会到什么是通货膨胀，大米1毛5，猪肉药票才1块1斤。话接上集，楚瑜卖完夜明砂之后，去市场买了2斤猪下水和2斤米面。你二舅妈刚才还在念叨你，怕你在路上出事，没法跟你妈交代。你第一次做买卖，我这心里总是不放心。做舅舅舅妈的能到这份上也就够了。楚瑜把挂在大杠上的东西拿下来，才笑道：让舅舅舅妈挂心了，我买了点猪下水和米面，咱们晚上改善一下伙食。舒二舅妈一愣，显然没想到外甥女这么会做人，家里有半年没吃过米面了。楚瑜，你这是赚到钱了。真有人收卖夜明砂？有的，二舅，听人说市里收购价格更高，我打算一会就去产夜明砂，趁日头好晒干了，明天去市里卖，顺便再去看看我妈和楚楚。舒爱国很高兴，外甥女知道赚钱，做事也比从前靠谱，小年纪就能把这家撑起来。我还说你今天肯定卖不出去，就不用帮你产夜明砂了。谁知楚香说卖不卖出去都先备着点，也不费事。这不，他带着云云和小江去山上产夜明砂了，早上就产了4麻袋，估摸着下午只多不少。楚瑜头一次感受到有弟弟妹妹的好处。舒二舅妈把大肠拿去洗了，农村人舍不得用面粉洗猪大肠，用的都是草木灰。小江和楚楚几人在山上边产夜明砂边玩，走到家门口，远远闻见一股子奇异的香味。大舅家又吃肉了，我怎么闻着像咱家厨房冒出来的？楚香看见自行车就知道他姐回来了，娘和楚楚都不在，白天就他一个人寄住在舅舅家，心里多少不踏实。看到姐姐就高兴了。姐回来了，去洗手吃饭吧。楚瑜把他们产回来的5麻袋夜明砂摊开晾晒，乡下人一天吃2顿饭，这会子也才4点多，日头高高的，晒到明早就能干了。隔壁舒大舅一家也闻到了香味。我怎么闻到猪大肠的味道？该不会是老二家吃的吧？穷成那样，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养舒慧母女4人，你以为他还有钱吃猪大肠？媳妇说的这般笃定，舒建党也就放心了。次日一早，楚瑜5点半就醒了，天还没亮就把夜明砂装好车就出发去市里。到市里时才8点多，就已经排着长队了。楚瑜推着自行车站在队伍最后面，刚站定，就有个阿姨拿着一根竹竿过来，竹竿上挂着太阳帽、头绳、丝巾、墨镜啥的。小姑娘，太阳帽买吗？别看你年轻皮肤好，不戴帽子过几年就老了。阿姨简直营销鬼才，知道利用顾客的焦虑来赚钱。多少钱一顶？这是南方来的太阳帽，2块钱一顶，最新款的，戴上可时髦了。
你要是喜欢，阿姨拿一个给你试戴。2块钱可真不便宜，县城很少有人花钱买这个，但德阳市人均收入水平高，市里的制药厂和胶鞋厂是出了名的效益好。阿姨，太贵了，我没钱买太阳帽。没钱也没事，好好赚钱，总有一天你会买得起阿姨家的太阳帽。楚瑜被喂了一嘴心理鸡汤，正笑着，前头传来老大爷的嚷嚷声：“我这明明是80斤，怎么就算75斤了？还有我这陈皮有年份了，怎么着也能卖个4、5毛？怎么你们开价才3毛钱？”麻袋和水分不压成吗？我们操作没有任何问题，就是70-50斤，3毛钱1斤，你不愿意卖就到一边去，让下面的人过秤。老大爷脸都黑了，可是来卖东西的人都等钱用，到了这种地方就得低着头做人，不卖也得卖。楚瑜担心起自己的夜明砂来了，虽然晒干了，可他足足拖了300斤来，真要有心卡他这趟来可不划算的。夜明砂是吧？280斤，收购价3分，少了20斤，但是收购价给的足，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楚瑜知道这是占了外贸的便宜，就赶紧跟工作人员搭了句话，想混个熟脸。谢谢同志，我全部卖掉。他声音轻柔悦耳，像进了密室的工作人员顿时觉得暑热都没那么难挨了，就火速给他开单结账，一点都没耽误。楚瑜又跟工作人员打听市里医院怎么走，工作人员很热情，沿着这条路直走，约2里路，到马市向左拐，再走500米就到了。话接上集，楚瑜到市立医院时打听了好久，才找到眼科医院的病房。阿姐，你来了，不是下周手术吗？怎么提前了？说是有位置，就叫我们住进来了。刚才护士还叫我去交钱。舒慧一辈子没出过远门，遇到这种事有些局促。楚瑜顺手接过单据就下去交住院费了。楚瑜刚站定，就听到后头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哥，这拐哪能配得上你的身份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搞个轮椅来。”这男人一看就是不能得罪的。楚瑜猜测他是德阳的大厂子弟，父母至少也是当官的。楚瑜默默退了2步，把位置让给他。这是几个意思啊？楚瑜默默指着前面关爱残疾人的标志。不是，关爱残疾人，同志，你确定要关爱我？楚瑜想着自己都把位置让给他了，怎么还不满意？见他迟迟不动，只好拿着单子走到缴费窗口。你好，我交住院费。医院办事效率从来没低过，就是工具跟不上，算账还得拨算盘珠，查账要翻一叠单据，核实了好一会才把住院手续给办好。一共需要800块，先交700，剩下的100过几天来补缴，行吗？别忘了就行。米菲推着轮椅过来时，就见他东林哥正盯着一个姑娘出神呢，顺着戴东林的视线望去，从未见过有这么俊的妹子。察觉到他们的注视，楚瑜抬眸，唇角微勾，冲他们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哥，这姑娘真够有礼貌的，萍水相逢还这么客气，真够让人不好意思的。你说她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还看上你？人家这是关爱残疾人。残疾人？米菲瞪大眼，东林哥就算拄拐，也有股子下一秒就要冲上去跟人干架的嚣张气势，怎么看都不像被关爱群体。随后交好费用的楚瑜就回到了病房。在你二舅家住的怎么样？还能适应吧？放心吧，挺好的。楚瑜顺便把卖夜明砂的事告诉了他。舒慧显然也没想到那玩意儿还能卖钱，听得一愣一愣的。他才走了3天，闺女都卖了2天夜明砂了。妈要是在家就好了，还能帮帮你。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帮楚楚治好眼睛，其他的不用你烦心。女儿简直比她还像妈，舒慧莫名觉得好笑。行，你说什么妈就听什么，只是楚楚的住院费还差了100。你忘了，周建安还欠我们300块钱。舒慧当然记得，可她太了解那对母子的为人，要蒋美凤的钱比要她的命还难。当初蒋美凤答应写欠条，就是为了逼她硬离婚，现在婚都离了，周家肯定不会认这笔账。要是夜明砂卖不了怎么办？能卖几天是几天。楚瑜没去找周建安要钱，就是觉得最近日头好，要抓紧时间卖夜明砂。临走前，楚瑜给了舒慧1块4毛钱备用。医院外面有饭店，别说不得吃，多买点好的给楚楚好补补。舒慧无奈应下，却不会照着做。她带着3个女儿被婆家赶出家门，1分钱掰成4瓣花。姐姐，买报纸嘛。想要赚钱，最主要的就是获取信息。北方的玉米能在南方高价，南方的衣服运到北方价格能翻5倍。于是楚瑜付了4分钱买了1份大报。楚瑜盯着报纸出神。所谓会下金蛋的鸟，其实就是鹌鹑。鹌鹑蛋营养丰富，味道鲜美，有卵中佳品动物中的人参的美称，售价一向比鸡蛋高。重要的是市场上很少有鹌鹑蛋售卖。楚瑜一刻都没耽搁，骑着车拐去了附近一家农贸市场，找到卖蛋的铺子。鹌鹑蛋卖空了。那什么时候有货？不知道，以前一个鹌鹑蛋能卖个5、6分钱就不错了，最近拿货价格都涨到了提分，没有利润叫我怎么卖？总不能一个鹌鹑蛋卖1毛钱吧？国家控价严格，物价不能随便上涨，卖蛋是小本生意，夜明砂不是长久之计。要是能找到便宜的鹌鹑蛋，一个蛋就有几分钱的利润，还供不应求。可是他要去哪才能找到鹌鹑蛋的货源？话接上集，楚瑜从医院回家以后一直心不在焉。舒爱国以为是楚楚那边出了事，一问才知道跟鹌鹑有关。什么会下金蛋的鸟？那就是鹌鹑。我朋友就养鹌鹑，那玩意不值钱。二舅，你朋友真是养鹌鹑的？这还有假？他们冠县那边有个村子，全村人都养鹌鹑。上次他还问我要不要养，我直接就给拒了。怎么，你想养鹌鹑？楚瑜倒不是想养鹌鹑，只是想卖鹌鹑蛋。
可冠县离这里有100多里路，每天去冠县进货回来倒卖，很不现实。阿舅，你朋友那边鹌鹑蛋怎么卖？怎么卖我不知道，这人是我小学好友，结婚后搬迁去了他老婆的娘家。上次在县城遇到，他跟我说他正在养鹌鹑，我需要鹌鹑苗可以找他。鹌鹑蛋的成本高吗？具体我不是很了解，上次他跟我说，鹌鹑比鸡难养点，养在木架子上的，屋里温度不能太低，平时买的猪饲料喂养，平均下来1颗蛋的成本是2分钱。之前卖蛋的老板说，最近批发价都涨到7分钱了。如果他能批发到鹌鹑蛋，刨去损耗，一个蛋至少有2分钱的利润。鹌鹑蛋体积小，一筐就能装几百个，一次运上1000个蛋不是难事，这一来一回就有20块钱的利润。如果养鹌鹑，边养边卖，利润是不是会更高？楚瑜这几日的表现也非常稳当，一天能赚好几块钱。鹌鹑的新闻举国皆知，热度确实高，说不定卖鹌鹑真是一条不错的路子。老叔，你明天就带楚瑜去郑老九那兜一圈，能养就养，不能养咱就从他那边进鹌鹑蛋卖，多少是条路子。次日一早，舒二就拖了400斤夜明砂和楚瑜一同去了德阳，赶在中药收购站开门前，头一个过秤，还是昨天的工作人员，想是认出他来了，1斤都没克扣，直接给他开了690斤的单。谢谢大哥，下次都早点来，不然我想帮也帮不了你。工作人员叫小汪，自打见了楚瑜后就有些魂不守舍的，昨晚做梦都梦到这姑娘。小汪，人家早就走了，你该不会是瞧上了这个卖夜明砂的农家女吧？她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，真要找了个农家女，会被同事笑话的。她矢口否认。路过农贸市场，楚瑜拐进去割了3斤肉，买那么多二就有点心疼，买2斤肉就行。我知道，剩下的肉留着咱自己吃。肉用马粪纸包着，楚瑜特地把自家的肉挂在车后座，与送人的肉隔开。大爷，您知道郑老九家怎么走吗？听你口音是郑老九老家的吧？他家住在村子倒数第2排，沿着大坝一直走就到了。舒爱国谢过他，就生俩人一路骑到郑老九家。郑老九正在门口锯木头做木架，见到他愣了一下，扔下锯子激动道：老叔，老九，叔来看你了。你这家伙还是老样子，就喜欢占我便宜。郑老九看向楚瑜，他年前回老家时还听他老娘提起过，说淑慧的大女儿模样太出挑。你就是楚瑜吧？郑叔叔好，我是楚瑜。不错，落落大方又不怕人，是个做生意的料。一阵寒暄后，舒爱国把肉从车把上取下来，顺势提到鹌鹑的事。最近价格涨了点，鹌鹑蛋的批发价也要4分钱一个了。我这边有几个固定的客人，你们想要，我一天只多给你们150个。4分钱批发价有2-3分钱的利润，不过要是能攒个6-7天来一次，一次赚个20块钱，倒也是值得的。也是你们运气好，夏天就是鹌鹑的孵化期，你们可以带点蛋回去自己孵化，孵化期17天，再等个45天就能下蛋，前后差不多2个月时间。郑叔叔，您这的鹌鹑苗能售卖吗？鹌鹑苗很紧俏，别人我是不卖的，但以我跟你舅的关系，不卖也得卖啊。这样吧，可以给你们300鹌鹑苗，300个能孵化的鹌鹑蛋，我收别人至少要150，收你们就算100，先欠着，等你们赚了钱再给我。舒爱国倒没吃惊，这年头赊账很正常，更何况他跟郑老九是穿一条裤子的兄弟。可楚瑜却不这么想。那苗和蛋什么时候能给我？你得先回去准备木架子，像我这样一层叠一层，一个5层或6层，等你准备好再来接回去。这年头笼子不好买，郑老九就自制了木头架子，这木架子显然是改良过的。郑叔叔，我只有30块钱，您看能不能先卖点鹌鹑蛋给我？算你运气好，今天买鹌鹑蛋的梁老头一直没来进货，我这还有1000个蛋，就算你3分钱一个吧。3分钱一个，放到市场上至少能卖6分，一来一去就有3分钱的利润。谢谢郑叔叔。随后郑老九就帮他们点1000个鹌鹑蛋，他这有专门放鹌鹑蛋的木抽屉，比鹌鹑蛋深些许，摆满鹌鹑蛋后，抽屉再一层层叠放，1000个鹌鹑蛋也就冰棍箱那么大，属实好运输。听说家里来人了，郑老九的媳妇从地里赶回来。我当是谁呢？你来了，怎么着也得留下来喝2盅。今天就不麻烦了，下次我过来再陪老九喝2杯。郑老九媳妇也就不留他们了，一路走走停停。等楚瑜赶到德阳市区时，已经晚上6点了。太晚了，你一个姑娘家不安全。没事的，二舅，我去医院找我吗？在医院租个椅子睡。骑车回二舅家睡不了几个小时就要起床来德阳，再者鹌鹑蛋颠簸，容易有耗损，倒不如在德阳住着，明天卖完鹌鹑蛋后再回去。行，我还要赶路，就不去看你妈和楚楚了，等楚楚做手术我再过来。好的，二舅。告别舒爱国，楚瑜骑车往市立医院去了。舒慧见了他很激动。楚瑜，你怎么来了？楚瑜说了买鹌鹑蛋和鹌鹑苗的事，舒慧一愣一愣的，感觉就跟听天书似的。这买了多少钱的鹌鹑蛋？买了30。什么？舒慧万万没想到闺女一出手就是30块，这要是卖不出去可怎么好？咱们广省那边的路子已经铺好了，公司成立后从水利进了2批货，一批送去京市了，一批下周送到德阳来，下个月货会从广省的南海行政区过来。哥，批条的事就全靠你了。咱们家老爷子怎么说来着？还能怎么样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老爷子就想送东林哥去部队，可咱东林哥立志在上海浮沉，这不，上周被老爷子关在了家里。不过咱东林哥继承了祖辈的大无畏精神，宁死不屈，
从3楼跳了下来，可惜跳下来时被老爷子发现了。老爷子站在3楼一声吼，东林哥就把脚给崴了。这崴的不轻啊，咱哥这腿还能用不啊？别的腿能不能用我不晓得，但这第3条腿是绝对能用的。米菲乐极生悲，头顶被戴东林狠狠敲了一下。哎呦，哥，我哪句话说的不对？再多话我废了你第3条腿。言归正传，批条没问题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来德阳？赖在我顾家不走。现在国家允许私人运输了，但路上检查也多了不少，叫老马那边小心点。上周秦卫东有批货被人扣了，求爷爷告奶奶，找了不少关系才把货给弄回来。行，我回头跟老马说。哥，咱这批货要是搞下来，至少得赚这个数。这才到哪啊？戴东林看不上这点钱，从港城那边倒卖电子表、收音机、电子钟来内地贩卖，虽然不少赚，可离他的目标还差老远。去年秦卫东一张批条赚了50万，这次还不是被人扣了。总之，在外面低调点，低调点没坏处。东林哥快看，那不是前天咱在医院遇到的，想要关爱你的妹子吗？谁想关爱咱哥？雷子，你不知道前几天有多好笑？咱哥拄着拐去医院看脚，这妹子见着咱哥，竟然给咱哥让位置，说要关爱残疾人士。此时的戴东林于是一瘸一拐的想走过去。妹子，你多大了？大娘这有个人，长得是不出众，可人老实，条件又好，你可得把握住机会啊。大娘有个侄子，今年虽然已经32了，丑是丑了点，可人家是城里的正式工，吃商品粮拿工资的，配处于这种乡下妹绰绰有余了。今年38了，来黑市卖东西都能遇到催婚，这大娘高人一等的施舍眼神，让楚瑜很不舒服。什么38了？你哪里像38的人？也就这张脸长得年轻点，得感谢爹妈生得好，皮肤白又晒不黑，可不是不显老吗？原以为是20岁不到的小姑娘，谁曾想竟然已经38了，也就是说这乡下妹比她小不了几岁。那你结过婚了？结过2次婚了，头婚嫁给同村的大柱，结果大柱做河工时没了，留下2个奶娃娃张嘴等饭吃，还有个残疾的爹，一个瞎眼的娘等着我伺候。你说我一个女人命这么苦，哪里熬得住？然后还有呢？然后又2婚嫁给同村的木匠建国，一生就是5个娃，可婆婆还是看我不满意，天天搓磨我，嫌我克夫。这不，前几天木匠又叫我克没了，我不得不卖鹌鹑蛋养活7个娃。对了，大娘，你刚才说你那有个人？大娘一听说这2婚还有7个娃，还有个瞎眼婆婆残疾公公，瞬间嘴巴闭得像被针封了似的，再也不敢说一句话。大姨，这鹌鹑蛋怎么卖？楚瑜一脸黑线，他完全有理由怀疑这男人是故意的。大娘在一旁偷瞄，楚瑜只得赶鸭子上架。小同志，想要点什么？大姨年纪大了，耳朵也背，难不成你这除了鹌鹑蛋还有别的？楚瑜知道自己闹了个乌龙，脸微红，佯装镇定。6分钱一个，你要多少？给我来100个。你要100个？100个是不是太多了点？一时半会也吃不完。家里如果没有冰箱的话，可以少买点，吃完再来买。楚瑜觉得自己够体贴了，作为摊主，站在客人角度考虑问题，够难得了。可人家不领情。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完啊？我妈生了10个孩子，我一堆兄弟姐妹、侄子侄女，100个鹌鹑蛋几天就吃完了，怎么还有摊主劝别人少买点？大姨，你这做生意也太实诚了点，简直比我亲大姨还厚道啊！他一下子买了100个，路过的大姐一见这架势，以为有大便宜能占，于是围过来问戴东林：“同志，你买多少个？100个。100个，买这么多啊？多少钱一个？6分钱。小姑娘，给我来20个。大姐，你错了，人家已经38了，结过2次婚，孩子都生7个了，怎么也不是小姑娘了？说不定她年纪比你还大呢，你应该叫姐姐。”大姐的表情精彩极了，脑子里似乎在消化着戴东林的话。结过2次婚，孩子都生7个，还这么年轻。喂，我说你，大姨，你有什么指教？你明知道我是骗他的，还揪着不放。你说你喊我大姨，是我占你便宜，还是你占我便宜？戴东林没想到他这么直白，但他比他更直白。不叫大姨叫什么？我又不知道你的名字。楚瑜，楚河汉界的楚，于前硕的于。戴东林，别给我戴绿帽子的戴，西边小树林相反方向的那个东林。楚瑜被他逗笑了，哪有人这样介绍自己名字的？买鹌鹑蛋那大姐就是制药厂的老职工，从制药厂北门进去就能走到制药厂的北家属区。大姐拎着菜篮子，心情不错，遇到科室的老同事就叫住对方：“老黄，昨天你说想买鹌鹑蛋，买到了吗？”“没呢，现在人人都买鹌鹑蛋，鹌鹑蛋不好买啊。”“谁说不好买？咱们北门有个姑娘摆摊在卖，她那鹌鹑蛋可不少，价格也实在，6分钱一个。你看我买了20个，打算中午煮几个给我小孙子吃。”老黄一听也来精神了：“这鹌鹑蛋怎么吃？白水煮吗？”“这你可问对人了，我上次在老家吃席，那个厨子用鹌鹑蛋在油里煎过，再和青菜什么的一起炒，味道相当好。”话接上集，楚瑜卖完了鹌鹑蛋就回了舅舅家。此时的舅舅正在拉锯子，他已经做了2个6层木架，这速度可把楚瑜惊到了。“阿舅，这么快就做好了？”“地里没啥活，你郑叔叔跟我说，鹌鹑爆屋就这几天，错过了就不容易孵出来了。我寻思着既然要干，那就抓紧了。”“阿舅，我买了点猪腿肉，晚上给你做好吃的。”外甥女人小鬼大的语气把舒爱国逗得一乐呵。“行，二舅等着你做好吃的。”楚香带着弟弟妹妹挖夜明杀回来了，见了他都一窝蜂扑过来。“姐，今天赚钱了没？”楚瑜笑笑，
从兜里掏了6毛钱出来，一人发了2毛钱，拿去花吧。姐，你最好了，你一定要发大财，天天给我买好吃的。这倒霉孩子，整天就知道吃。楚瑜你也是的，赚钱是好事，可你妹妹的手术费还没着落，要省着点花，不用给他们这么多零花钱。楚瑜把肉递给他，邓方平脸都瞪圆了。这怎么还买肉了？这有2斤了吧？你怎么想的？今年过年家里才吃了1斤肉，就这还拿了半斤肉榨油，不年不节的。农村人一般不买肉，楚瑜一哥就是2斤肉，还是上好的猪腿肉，这得多少钱啊？舅妈你放心吧，吃不穷穿不穷，3级不到就会穷。我赚钱花钱心里都有数，不会因为这2斤肉让自己吃不上饭的。前世楚瑜妈妈是开肉夹馍店的，靠着开在中学边的一家小店供养她读书，于是她今天想尝试做一下，可是那种饼皮子都是买现成的，她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怎么了？什么事把你给愁成这样？我想做一种小饼，但是那外壳是一层层带有纹路的脆壳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要不我做试试？邓方平揉好面，把面切成长条，再从一边卷起来，很快就有蜗牛壳的纹路了。有那意思了，舅妈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做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乡下女人哪有不会做饼的？不是我说，等你们这代年轻人长大了，很多做饼的手艺都要失传了。你看，就这样，再这样，简单吧？楚瑜心说真是一点都不简单。楚瑜很佩服老一辈的女人，能吃苦能奉献。舅妈，你真厉害，就是这饼里要是有点油就好了。那要揉面的时候就加进去，我下次再试试。楚瑜连做了12个肉夹馍，大家被今晚的菜色给馋到了。不仅是能吃肉了，重要的是这肉夹馍以前没吃过。这肉夹馍真好吃，又有肉又有饼，吃的真过瘾。咱们县城好像没见过谁家卖肉夹馍的。要是在德阳市开一家肉夹馍店，肯定不愁客源，不说赚得盆满钵满，可至少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楚瑜琢磨着这想法的可行性。隔壁的舒大舅一家也在吃饭。谁家吃肉了？怎么这么香？妈，咱家什么时候也做肉吃？吃，就知道吃，看你长得跟肉似的。舒静垂着头，眼泪都要下来了。小儿子舒康吸吸鼻子，闻到香味也吵了起来。妈，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。康乖，妈明天就给你肉，买了肉就给你一个人吃。我怎么觉得这香味是从隔壁飘来的呢？廖红梅扑哧一声笑了，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可能是隔壁飘来的？这可是肉香，可比那穷鬼你们都吃不起，还带着你们一家4个拖油瓶，哪来的钱吃肉？你想多了，我估摸着是东边赵家吃的。赵家男人最近在学开车，听说大车司机可赚钱了。舒建党也觉得是这么回事。不是我说，你妹真是不要脸，被男人休了还好意思回娘家丢人现眼。我要是她，干脆一头撞死算了。舒建党没反驳，一个女人带着3个女儿，未来怎么样一眼都能望得到头。舒建党寻思着未来也用不上他们，倒不如撕破脸，省得把4个拖油瓶带回家，拖累自己。你那大外甥女虽然不讨喜，长得还挺俊，我老舅家小儿子还没结婚，不如让她嫁过去得了，省得跟他妈一起受苦。话接上集，今天楚瑜又装了300斤夜明砂要去市里，恰巧被隔壁赵家媳妇看见了。哟，小江他娘，你这外甥女去哪呢？怎么天天往外跑？最近几天，他就发现舒老两家几个孩子爱往山上跑，每次都带着麻袋去，回来时那麻袋里装满了东西。隔日，舒老二这外甥女就会拖着麻袋出去。他去城里，先不聊了，我回去看火，不然等下菜糊了。赵家媳觉得这是有鬼，天天拖着几麻袋东西去市里，难不成这山上藏了什么金疙瘩？难道能换钱？等楚香再带着弟弟妹妹去山上，赵家媳妇就把闺女叫来了。你跟着他们，看他们到底想干嘛？干得好，娘给你钱买冰棍吃。他闺女点点头，偷偷摸摸跟在3人后面往山上去了。楚瑜还不知道自己被人盯上了，突然间一辆吉普车忽然加速冲到了他面前。大姐，楚瑜一眼就认出他来了，装瘸子骗他的王八蛋。要钱没有？只有300斤夜明砂。小榆木，夜明砂是什么？蝙蝠的粪便，要吗？要的话我称2斤给你。谁说要劫财来着？老子要劫色。这人的脸皮之后完全超出他的预期了，楚瑜快喷火了。劫色，说吧，要我怎么配合？待东林上前把他的自行车推到门边，夜明砂一包包搬上后车厢，28大杠也塞进去。走吧，连人带货还有车，一起打劫了。楚瑜迟疑了一下，有人愿意载自己一程，他总不能矫情的拒绝。花一上午推着自行车去德阳，到时候收回站早就关门了。去哪里？中药收购站，民主路上那个。听你口音像近视的。放心吧，民主路我知道，保管把你送到了。说完，两人就上车了。4个轮子的就是比2个轮的要快，只需要1个钟就到了市里。小王，你身上人来了。小王特地跟同事换了早班，等了一上午却没等到楚瑜，心里觉得不得劲。听同事这样叫唤，他登时红了脸。别胡说，我没那意思，被人家姑娘听见了，要误会的。小王说着眼却不停往外瞟，这一瞟就瞥见楚瑜身后跟了个男人，身后还有辆金牌的吉普车。哟，这女的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！一个卖夜明砂的乡下妹，摊上这样的高枝，可真够有手腕的。果然，长得漂亮就是好用。楚瑜丝毫没察觉到他的少男心思，在他看来，小王只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。哪天他不卖夜明砂了，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碰见他。同志你好，我过秤250斤。什么？往常克扣10斤20斤就算了，这次竟然克扣了整整50多斤。如此一来，他足足亏了1块5。
同志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这明明是300斤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同事一直在边上给小汪使眼色，暗示他这人不好惹。然而他都没看出来同事的意思。哪里看错了？就是250斤。小汪眼神不友善，戴东林略一想就明白原因了，这是暗恋不成，反生妒恨了。秦，你把你站长叫来，我倒要问问他，你们德阳中药收购站的秤是不是跟国家标准不一样？怎么同样的东西到你这秤上就缩水这么多？戴东林话出来后，后面几个排队的大爷也跟着嚷嚷：中药收购站克扣的太狠了，每次都来少算10几斤，占黑。你们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，克扣几斤就算了，克扣人家50斤，真过分。一旁的工作人员也慌了神，这男人看着就不像能忍气吞声的，保不定真认识站长，事情要闹大了，别说有水，他们的工作只怕都要黄了。您好，是小汪看错了，确实是300斤不假，我这就给您开单结账。这套说辞挑不出错，楚瑜不想把事情闹大。算了，咱们走吧。你要是担心他下次为难你，我去帮你打个招呼。不用，我这夜明砂也卖不了多久。又不是长远生意，不值当特地去打招呼。再说为了1、2块钱的事去打招呼，还人情送礼都不止这点钱。楚瑜可不想他傻到这种程度，更不想欠他人情。你还要去呢？我送你一程。不用了，我去医院，走2步就到了。今天真是谢谢你了。放在后世，俩人怎么着都得加个社交账号。可这年头通讯不发达，寻呼机还没上市，楚瑜家里又不像有电话的，问家庭地址又显得唐突，想联系只能靠缘分去碰了。话接上集，楚瑜找了楚的主治医生。你好，医生，请问我妹妹的手术安排在什么时候？楚了，就是那个古灵精怪的。那是我妹妹没错，我妹妹可爱又聪明。虽说楚瑜穿越来不久，与楚香楚没有太多相处，可她是个护短的，又有原主的血缘关系在，总觉得这2个妹妹很亲近。哟，古灵精怪的就一定是你妹妹？你这丫头还真是不客气。明摆着的事，哪需要客气啊？就好像我也没见过您，可护士跟我说，那个一看就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就是朱主任，这不，我一来就找到您了。老先生觉得他好玩，虽然是哄他的，可不像一般人那么取巧，多了几分小辈对长辈的幽默感。好嘛，看在你拍了1顿马屁的份上，我就跟你聊聊你妹妹的病情。你妹妹天生右眼发育不良，情况较为复杂，又耽误了治疗时间，拖得太久了，手术难度较大。不过我已经定好了手术方案，预计安排在明天早上第1台手术。手术楚瑜帮不上忙，但他可以帮忙筹起手术费。周建安还欠300块钱没给，这笔账他可都记着呢。姐，明天你会来陪我吧？我想一出手术室就见到你。放心，姐一定会来陪你的。出了医院，楚瑜正要推着自行车走，后面就驶来了一辆吉普车。我送你回去。戴东林不打没准备的仗，既然不好开口问他地址，送他回去总行了吧？楚瑜略显迟疑，去周家村骑车要1个半到2个小时，他小腿疼，确实怕路上耽误了，不快点去，今天要不到钱，耽误楚做手术。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去荣泰县的周家村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知道，快走吧。戴东林经常开车在路上跑，在周家村遇到好几次拦车要钱的，印象深刻。4个轮子就是比2个轮子跑得快，一路上他们没有遇到第2辆车。戴东林开车又猛，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到了周家村。谢谢你，戴大哥，把我送到这里就行了。这就到家了。我爸妈离婚了，我爸欠我们钱，我这次是来要钱的。做人切莫交浅言深，家里的事楚瑜是不愿意告诉戴东林的，只是戴东林问起，不回答又不合适。那我更要等你了，万一你被人揍了，我还能替你撑腰。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那你想等就等吧，我先走了。这丫头真够勇的，一个人跑来要钱，也不知道怕。你怎么来了？该不会是在外面过不下去，想回来叫我们收留你吧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妈跟你爸已经离婚了，你跟着你妈就别想沾你爸一点光，有本事走就别回来啊！别以为我们会收留你。放心吧，我跟我妈就算乞讨，也不会来你周家门上。那你回来干什么？就是你回来干什么？你欺负我，欺负依依姐，欺负戴阿姨，这里不是你家，你给我滚！楚瑜对这个便宜弟弟没一点好感，直接一巴掌打在脸上。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我妈就是养条狗都知道护主人，养你10几年，你却连自己亲妈是谁都不知道，认那破坏家庭的坏女人当吗？我不打你打谁？楚瑜说完，不顾戴晴雪的脸色，掏出周建安手写欠条。你们不欢迎我，我也不愿意来你们周家，只是你们周家还欠我300块钱，我妹妹做手术需要钱，麻烦你们把钱付一下。拿了钱，我从此不会再登你们周家的门。你拿了我们家700块钱，还有脸来要钱？楚那死丫头骗子，出生就是个瞎子，根本治不好。医院就是想骗你们钱，赶紧去医院把手术费给要回来。拿了我们家700块钱，还有脸来要钱？楚那死丫头骗子，出生就是个瞎子，根本治不好。医院就是想骗你们钱，赶紧去医院把手术费给要回来。爸，这可是你写的欠条，当初说好了，我妈多带一个孩子，你补偿给她300块钱，这账你还认吗？楚瑜，看来是爸爸没把你教好，你一个女孩家的，怎么跟爸爸说话的？这是我跟你妈之间的事，想要钱你应该让她自己来。
只要他开口了，爸爸不会说别的，肯定会给他的。周建安笃定舒慧不敢也没脸回周建村要账，就算有脸回来，他周建安过段时间就要回京市了，到时候蒋美凤不认账，楚瑜总不能真为了300块钱带着母亲去京市要账吧？爸，5年没见你了，女儿也怪想你的。犹记得当年你去京师上学，我还往你学校写过信，这300块钱你不给的话，女儿就不能跟妈妈，干脆陪爸爸一起去京市，去你母校转2圈，再去熟悉一下您工作的单位，让您的老师、领导都知道我有一位好爸爸。周建安这人能屈能伸，否则也不能哄得舒慧供他读书，又把戴晴雪哄得团团转。楚瑜，我是你爸爸，哪有做女儿的跟爸爸这样计较的？离婚是我跟你妈之间的事，说到底你还是我女儿，去爸爸单位闹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等爸爸发达了，自然要把你带去京市的，到时候你嫁个京市男人，不比留在农村好。我是你生的，我的心眼子只会比你多，不会比你少，咱们就别绕关子了，今天我话就撂在这，300块钱必须给，不给的话，我明天就买去京市的火车票。谁家孙女像你一样上门要钱的？我们老周家生了你简直倒8辈子霉了。8辈子不敢当，让你们倒1辈子霉就够了。楚瑜冷冰冰说完，盯着周建安等他表示。戴晴雪扯着唇角，勉强笑了笑。建安，楚瑜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这个破坏原主家庭的老三，他们已经离开这个家。戴晴雪好歹也敢安分点，还没结婚呢，就敢耀武扬威，阴阳怪气了。楚瑜能让着他？我是年纪小不懂事，可你一把年纪了也不懂事，这就不应该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妈妈？是周叔叔选择了我妈妈，要怪就怪你妈妈不够优秀。一个优秀的女人应该努力变得优秀，成为配得上周叔叔的人才对。优秀？如果你的优秀是指破坏别人家庭的话，那我妈还真不如你妈优秀。你别太过分了。楚瑜不想跟他废话，但凡戴晴雪会为别人考虑，就不会做小三逼周建安离婚了。爸，欠条是你打的，给句准话吧，这钱给还是不给？或许是戴东林的吉普车过于显眼，村里人都知道楚瑜回来了，都围在周家看热闹，不时交头接耳，指指点点。各位叔叔婶婶、大爷大娘，我在周家村生活了18年，也算你们看着长大的。虽说我娘跟周建安离婚，将我们赶出周家村，可走出去，我也自认是半个周家村的人。不知道各位叔婶爷娘认不认我这个后生？楚瑜，你跟我闺女是小学同学，婶子看着你长大，肯定认你。肯定认，你跟我亲闺女没两样。大娘前天做梦，还梦见你小时候去我家后院摘葡萄呢。谢谢各位叔婶爷娘，我们教过我，做人要知道感恩，你们对我的好，我永远记在心里。他拿出周建安签的欠条，在众人面前晃了晃。离婚那天的事，各位长辈都是看在眼里的。说好了，我们姐妹3人跟着我妈，我爹支付我娘1000块的费用，各位可别认为1000块很多，这是我妈这些年供养我爸花的钱。周家没有钱，就写了欠条。原本我想着家里要是没钱，我就多宽容几日。可我妹妹眼睛做手术要交800块钱，我跟我妈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，只能回来找我爸讨要。可他竟然想把这笔钱给赖掉，提都没提出手术的事。我就想问问各位长辈，你们见过哪个当爸的是这样的？楚瑜一声声的质问扣在了各位长辈的心里，别说是周家人，就是他们这些不相干的长辈，听说楚楚眼睛做手术，都是很担心的。建安，楚楚做手术要花钱，这钱你得认啊。离了婚也是你女儿，做好手术，楚楚找工作嫁人都不受连累，这是一辈子的事。你自己要离的婚，应该给人家淑慧一点赔偿，要不是淑慧种地养你，你连饭都吃不上，就别提考大学了。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啊，怎么去京市学坏了呢？都是叫这狐狸精给蒙了眼啊！村里人可不管你戴晴雪是什么待嫁不待嫁的小姐，村里人就认一个理儿。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打破了人群的吵闹，嘶哑苍老的男人声音透过破旧玻璃窗传了出来：建安，这钱你要给啊！记忆中原主的爷爷就住在那里，原主爷爷是个很宽和的人，从不跟孙女发脾气，一辈子没红过脸，奈何瘫痪在床，在家里没有话语权。建安，这可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给就给，娘你去借钱，等我回京市就寄钱回来给你还债。事已至此，不借收不了场，只得咬咬牙出门借钱去了。半个小时后，蒋美凤拿着钱回来了，当着楚瑜的面清点好那一叠大团结。看好了，这里是300块钱，我们老周家1分都没欠你的，从此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咱们老周家没你这个孙女，等你爹发达了，可别想再回来沾你爹的光。楚瑜拿过钱，觉得好笑。放心，出了这个门我就对别人说我没爹，我爹早就走了。怎么走的？被我奶带走的。蒋美凤气得直抽抽，差点一口气没缓过来。这小蹄子敢咒他，楚瑜不顾他的坏脸色，径直往外走。楚瑜，有空带你娘和你妹妹回来坐坐，就算离婚了，咱们也都是老邻居，感情都是在的。是啊，我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结婚生孩子都回来捎个信，让我们知道一声。楚瑜点头应下，有时候周围人的些许温暖，就能给人前行的力量。大婶见楚瑜上了一辆吉普车，故意大声说给其他人听：楚瑜这对象了不得啊，开金牌吉普呢，这要是结婚了，楚瑜可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啊！这么个金凤凰赶出家门，真不知道有些人是怎么想的。
为了一个城里女人把这么好的孙女赶走，这不是把鱼眼当宝是什么？戴晴雪心头却咯噔一跳，开金牌的吉普，她在许一的搀扶下走到门口，远远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精壮的男人。秦雪，看什么呢？周建安走过来，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瞬时惊呆了。我说怎么变得伶牙俐齿的？原来是攀上高枝了。季伦，你别怪我多嘴，楚瑜他好像对你误会很深，话里话外都说要报复你，真要让他嫁去京师，一定会去你们单位大闹一场。你好不容易才爬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我父亲也说要看你表现，只要你表现好，他一定会帮你铺好路的。如今是你晋升的关键时期，真要被他破坏了。戴晴雪的父亲对他寄予厚望，多次跟戴晴雪说要扶持他，只是需要几年的考察期。周建安自然不能白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。我心里有数，明天我给他二姑去个电报，叫他二姑帮他找个人家，把他嫁得远远的。亲生女儿又如何？若是影响了他的仕途，什么都可以舍弃，遑论一个没有感情的女儿。这么高兴啊？我高兴一是因为我妹妹的手术费凑齐了，二是因为要完这300块钱，我妈跟我爸之间就有了断，他们离婚的事告一段落，我就不必为此耗费心神。无论如何，这对我们而言是个新的开始。周家村离山关村不远，楚瑜想到吉普车进村的轰动，理智的请他把车停在马路边，让他走回去。怎么了？嫌我上不了台面？我说你这女人怎么用完就丢呢？是太上得了台面了，我怕你一进我们村子就引起轰动，鸡看了你都不下蛋了，鱼看了你都不会吐泡泡了，树上的知了都不敢叫了。你说我能让你跟我一起去吗？戴东林被他逗笑了，楚瑜眉眼弯弯，笑着冲他挥挥手。本来想请你吃饭的，但我妹妹明早做手术，我得回家通知一声，今天就不留你了。你这丫头终于回来了，今天怎么这么晚？楚楚明天做手术，我去了趟周家村找他们要钱。邓方平自然知道他们是指谁，他端详着楚瑜的神色，不像是哭过的，应该没被刁难。钱要来了吗？要来了，明天我就去帮楚楚付住院费，然后还剩下200块钱，我想帮我妈做个小吃摊。小吃摊？没错，德阳那边有很多摆摊开店的，但卖的都是包子、饺子、面条之类的。最有特色的是一家羊肉汤店，我观察过，晚饭那段时间，羊肉汤店足足接待了25位客人，且客人消费水平还不低。现在生意好做，咱们要是把小吃摊做起来，赚的肯定比上班要强。邓方平叫他说的一愣一愣的，德阳市竟然有这么大的变化。那你想让你妈卖点啥？肉夹馍或者炸串子。楚瑜做的肉夹馍确实很美味，邓方平至今想起那味道都会生口水。卖肉夹馍肯定不得亏本。那炸串子是什么？就是把韭菜、大蒜、辣椒、牛羊肉、鸡肉啥的串成串，油炸后蘸着辣椒面和面酱吃。邓方平一听就知道这生意成不了，韭菜、大蒜、辣椒啥的送人家都不要，怎么会花钱买？现在人可精明了，没人会花钱吃这种东西。秀妈，我妈那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，他人勤快，做肉夹馍没问题，可要他去吆喝招揽客人，他根本做不到。摆摊做买卖也有竞争，难免得罪人。我妈性子软，要是有舅妈跟她一起，我就不怕她被人欺负了。楚瑜提出要卖肉夹馍时，他就想加入进来，跟小姑子一起干。可肉夹馍是楚瑜独家配方，怎么肯拱手分出一半？谁知楚瑜竟然主动提出让他合伙。有二舅妈在，别的不敢保证，这点你尽管放心，我肯定不能让你妈被人欺负了。那咱们就说定了，这事要不要先跟你妈商量一下？楚瑜笑笑，以舒慧的优柔寡断，根本做不了决定，倒不如他把事情安排好，推着舒慧往前走。俩人正聊着，舒爱国赶着牛车回来了。二舅你回来了，这些鹌鹑苗要多少天的孵化？你郑叔叔说这鹌鹑孵化需要高温，咱们就把鹌鹑架放在厨房，过不了几天就能孵化，到时候一天能产300个蛋。这生意你要是想做，你就拿去做，舅舅1分钱不收，帮你打下手养鹌鹑。楚瑜相信二舅这话是真心的，不过他也没有占别人便宜的习惯。二舅，这生意是我撺掇你做的，做生意有赔有赚，如果赔了我跟你一起分摊本钱，如果能做起来，鹌鹑养殖这块我不要，只要你把鹌鹑蛋优先供给我，我只赚鹌鹑蛋这块生意。楚瑜，你小看二舅了，二舅不是心胸狭隘的人，有钱赚咱俩一起分。二舅，我没打算一辈子卖鹌鹑蛋，再说我也不会养鹌鹑，鹌鹑跟你才最合适。什么鹌鹑跟我，搞得跟我小老婆似的。邓方平没好气瞪他一眼，当着孩子的面说什么胡话呢？舒爱国被训，讪讪的摸摸脑袋，不忘打量楚瑜的表情。楚瑜只当没看见。次日一早，舒爱国带着孩子跟楚瑜一起去市里看楚楚。楚瑜后车座拖了300斤夜明砂，舒爱国的牛车还装了1200斤，都是楚乡几人铲回来的。二舅，这能行吗？这有啥？交公粮食2、3千斤都拉过，牛拉不动，二舅就在后头推，肯定帮你把夜明砂拉到德阳。1500斤夜明砂，就算克扣他100-200斤，也有40块钱的利润。果然，这年头运输工具决定收入高低，自行车不如牛车，牛车不如货车，货车不如火车。家里要是有牛车，楚瑜也不用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德阳送货了。话接上集，楚瑜和二舅一家人卖了夜明砂就来到了医院。楚楚姐，小江，你们可算来看我了。哎呦，我弟姐住这么大的病房，早知道我就搬来你一起住了。这倒霉孩子，哪有人想住院的？好的不想想坏的。舒慧没想到二哥全家都来了，连孩子都没落下。女儿做手术，亲爹亲奶奶一家不见踪影，
反倒是二哥一家做事讲究，把他们当自己人。二嫂，邓芳平拍拍他的手，陪床多日，淑慧瘦了不少，脸色也蜡黄，一看就没好好吃饭。医生来通知楚楚去做手术，楚楚本来很紧张，可看着这么多人陪伴自己，就一点都不紧张来了。等我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楚楚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有人来了。楚瑜愣了愣神，才从原主的记忆中提溜出这个人来。周芳春，原主的二姑。楚瑜长大了，是个大姑娘了，二姑父一时没认出来。二姑夫，他二姑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要不是佳丽给我拍电报，我都不知道你跟建安的事。你给他生了4个孩子，尽心尽力操持家务，对爹娘也很孝顺。坦白讲，即便我是建安他姐，这事也不能占他。楚瑜穿越来这么久，头一次见周家人说人话，这周二姑看着比周大姑讲了一些。他觉得那女人比我好，想跟我离婚，我也不能拦着他，只希望他能好好对楚飞。我弟弟事情办得不对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这是舒二哥吧？好多年没见了，没想到再见面是这么个情况。舒爱国也觉得周芳春挺讲道理的，笑了笑，说到底这是周建安的错，你没必要自责。弟妹，我刚路过病房，跟护士打听过，楚楚手术后很快就能回家。你看，楚楚随时复诊，你们天天往医院跑也不方便，家里没电扇的话，流汗多，对楚楚的恢复也不好，倒不如在我家住几天，也好让我们招待一下。舒慧觉得他们过于热情了。没必要，我们人多，住你那不方便。山关村离这不远，复诊时骑车过来就行。这是离了婚就把我当外人了，离了婚你也是我弟妹，楚楚喊我一声姑，她做手术我这个当姑姑的不招待你们，传出去人家会说我这姑姑冷血，没有人情味。他二姑真没必要，这大热天的很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又不是外人，等楚楚好了再搬走也不迟啊。我还给楚瑜做了2件衣服，想拿给她一时给忘了。我们就不去住了，回头我让楚瑜去一趟你们家，把衣服拿上就是。这二姑未免太热情了点，楚瑜习惯了周家人的自私冷漠，一时无法接受周家这歹主里竟然出了周二姑这根好笋。出了医院门，周二姑再无笑意，亦步亦趋跟在毛光玉身后，二人走到一处阴凉地。你今天做的不错，热情周到，说的话也挑不出错来。我侄女这模样没问题吧？邱家那儿子见了她肯定动心，到时候给他们制造个机会，等邱家栋跟楚瑜发生关系后，叫楚瑜生个孩子，那邱家不就是自家人了？朝里有人好办事，你升职的事他们肯定得帮。那邱家栋是个色胚，去年因为轻薄了一个女学生给立案调查了，不过他爹手腕大，给了女方家一笔钱封口，把他捞了出来。这种烂人周二姑从心里是鄙视的，可人家家世好，毛光玉还要指望他们家办事呢。楚楚中午之前就从病房出来了，麻药没过还有点迷糊，但精神状态不错，楚瑜也就放心了。姐，你变独眼龙了。手术很成功，明天出院，定期过来复诊就行了。有了朱老先生这句话，所有人都能放心了。家里的鹌鹑还没喂，地里还有不少活要干。舒爱国惦记家里，楚瑜也打算回去忙事业。楚楚眼睛没事，他也就不能再耽搁了。话接上集，家里的夜明砂卖完了，楚瑜带着楚香几人去山上挖夜明砂，刚走到山洞口，听着里头传来铲子声，进去后发现是舒二舅家东边邻居赵大娘。你们怎么在这？怎么，这山洞写了你们舒家的名字，你们能来，我们就不能？云云急了，大表姐就靠卖夜明砂赚钱，妈妈跟她说小姑和大表姐过得很艰难，能帮就要帮一点。要是赵家也学他们卖夜明砂，大表姐还怎么赚钱？卖夜明砂是我表姐想出来的主意，你们凭什么选我们？呸！这是公家的山，夜明砂是我们山关村的财产。你表姐是个外乡人，凭什么来我们山关村做生意？我们山关村的蝙蝠屎也要由我们山关村自己人来卖，没道理你们能做，我们就不能。被人抢了生意，楚瑜自然不痛快，但赵大娘说的倒也没错，她是外乡人，闹开了，山关村村民也未必会帮她。昨天赵东珠和赵大宝鬼鬼祟祟跟着我们，我还奇怪呢，原来是为了学我们产夜明砂。你们赵家人真坏，一家子都是学人精，人家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坏到骨子里了。老娘就学怎么着，有本事去衙门告我啊！看看我卖夜明砂违没违法？要我看，你们老舒家才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小小年纪这么好，肯定没少教。看那走路的姿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被人从周家村赶出来，就想来祸害我们山关村。小浪蹄子真不知天高地厚。赵大娘得意的抬高下巴，冲楚瑜哼了一声，得意的推着一板车夜明砂走了。表姐，你看他。姐，我们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就赚不到钱了。都先不要慌，我们先回去之后再想想办法。舒爱国在捣鼓用来卖肉夹馍的小推车，邓芳平拿着楚瑜从市里买回来的猪肉做饭。几人回来之后，云云就冲上去告状，把山洞里的事一五一十说给爸妈听。舒爱国放下锯子，脸色有点不好看。楚瑜，这事你怎么打算的？舅妈，做人不能一味忍让，今天我忍他赵家，他赵家不会觉得我有修养，不计较，反而觉得我这人软弱，好欺负。你的意思是？小江，姐拜托你一件事。姐，你只管说，弟弟什么都帮你办。我要你去告诉村里的孩子，
我要收购山洞里的蝙蝠屎，1分钱1斤，晒干后称重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你是想收购夜明砂？既然生意大家都能做，那就让大家做呗。我寻思着，只靠自己产夜明砂，一天最多能产个10几麻袋，产多了家里没地方晒，产少了又浪费时间，倒不如发动村民去产，就等于咱们借他们的地量晒，给了1分钱1斤的租金。村里这么多人，家家户户都去山上产，产的越多，咱收的越多，赚的也越多。邓方平被楚瑜的思路给惊到了，原以为这是坏事，谁知楚瑜却生生扭转了局面。要是他们自己拖着夜明砂去市里卖，可怎么好？这一点楚瑜也想过，他并不怕。赵家不会把这件事捅出去，村里人就算知道夜明砂的卖钱，也未必能打听到中药站。说到底万事都有信息差，等村里人知道这事，楚瑜的夜明砂生意早就做完了。小江一听就来劲了，当下就跑出去找孩子们宣扬了。晚饭后，前头的童大娘就半信半疑地拉着孙子孙女过来了。爱国，我咋听孩子们说你外甥女要收购那山洞里的蝙蝠屎？大娘，您没听错，我外甥女一个同学家里收购这个，叫她帮着找找。我寻思着咱们山关村可不缺蝙蝠屎，就出主意叫她从咱们村收购。童大娘一听这话，寻思着舒爱国可真够厚道的，有生意真惦记着村里人。行，爱国，大娘信你，你可得说话算话。大娘，你放心，我舒爱国说话算话，绝不会欠你1分钱，不过要等我外甥女卖了货，才能回来结账。童大娘心说这是应该的，只要不欠钱就行。晚上陆续有不少人家来找舒爱国询问情况，赵家是不知道的，只看到不少人家往舒爱国家跑。杜春娥觉得不对劲，就逮住一个村民问他什么事，那村民自然不告诉他。杜春娥没问出名堂来，不过也没太在意，于是回家睡觉去了。话接上集，楚瑜发动全村去产夜明砂，一夜的功夫，山关村村民足足挖了9080斤，童大娘只挖了200多斤，觉得自己以前没把蝙蝠放在眼里，错失了赚钱的机会。要不是挖不到，我一晚上就能挖它个1、2千斤。大娘，200斤也不错了，至少也能赚个2块钱。后山有几个山洞没啥人知道，回头我就去看能不能再挖点来，再不行我去隔壁村的山上看看。童大娘，找夜明砂是要注意安全，千万为了这点钱涉险，要是受伤可就不划算了。这话听得人心里舒坦。童大娘寻思着舒爱国这外甥女不仅长得俊，人也细心。那是当然，别看大娘年纪大了，可大娘从小在山关村长大，没少爬上爬下，大娘这腿脚好着呢，知道分寸。舒爱国怕夜长梦多，万一市里的中药收购站不收购这玩意，就都砸手里了。他拎了2斤米去大队长家走了一趟，把昨日的牛车又借了1日左右。大队长家不急着用车，借给他还能多2斤米，自然愿意。于是立马拖了2、3千斤，还有楚瑜后座上也放了几百斤。到了收购站后，工作人员给出的是2500斤。楚瑜蹙了蹙眉，也没跟他一般计较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他还要在德阳做买卖，得罪他可不划算。舒爱国也察觉到这工作人员情绪变化太大，上次来挺热情的，一口一个叔叫着，那叫一个热情。这才过了几天，就板着一副棺材脸，这些吃商品粮的心思真难猜。紧接着，楚瑜和舒爱国特地拐去医院把楚楚接回家。楚楚的眼睛没什么大问题，只需要按时消毒，消毒的是卫生院就能做，也就不用在医院住着了。药都在这，吃法都写在包装纸上，记住药要按时吃。眼睛闷得难受可以摘掉棉布透透气，没好之前不要见强光，要在室内养着。舒二就在牛车上铺了麻袋和稻草，楚楚爬上去躺着，舒慧则坐在楚瑜车后座。回到家以后，楚香就把昨天杜春娥骂他姐的事给说了。老赵家的说话也太难听了点，还长辈呢，跟一个小辈说话这么恶毒。随后舒慧就去了厨房看看有啥要帮忙的，此时的舒二就正在为鹌鹑苗。你就整得挺专业，像模像样的。可不是，我就动手能力很强，脑子也灵活，将来肯定能发家致富。他呀，能致什么富？别把家给我败完了就行。乡下夫妻就是这样，没那些情情爱爱的，女人提起男人嘴上都是嫌弃，可行动里包含的爱却一点没少。对了，楚瑜，这才刚吃完猪肉，哪有必要买大骨？乡下人没这样吃的。阿舅妈，我瞧着楚楚也13了，却跟个9岁10岁的小男孩似的，一点发育的迹象都没有。小江个头也比德阳市同龄的小学生矮，还有咱们其他人，个多了肤色都不如城里人水嫩，外在倒是次要的，都坏了身体，老了以后可有的是罪受。我现在赚钱了，买点肉吃，舅妈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楚瑜说的一点没错，楚楚那孩子都13了，一直没发育，不好好吃饭，以后结婚找对象都受影响，来亲戚也容易不正常。此时的舒慧这才注意到一旁的小推车，这是什么？二嫂，你该不会要做买卖吧？是啊，去市里卖肉夹馍。二嫂，你可真能耐，卖肉夹馍就算了，你还敢去市里？不是我去，是我和你，我俩去市里卖肉夹馍。楚瑜有做肉夹馍的秘方，推车你二哥已经做好了，我和楚瑜也选中了摆摊地址，过几天你和我一起去就行。舒慧一时没回过神，等反应过来这话的意思，就开始自我否定了。我不行的，我一个乡下女人，普通话都不会说，德阳市的方言跟咱们这差得也远，我说荣泰的方言会让人家笑话。再说我也只会种地，哪会干个体户？妈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这生意是我跟二舅妈合伙做的，我还得收鹌鹑蛋，卖夜明砂，你不去，我就得自己干了。那不行。舒慧哪舍得女儿这样辛苦，女儿才18岁，模样也娇滴滴的，
这阵子麦叶明砂虽然没晒黑，可皮肤总是红扑扑的。舒慧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她不能让楚瑜小小年纪就承担全家人的生活开支，那样的话，她跟周建安又有什么区别？话接上集，今天一早，赵前进两口子就来到了山洞产业明砂，殊不知早已被村民们一扫而空。老赵，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你们叫人给阴了？廖红梅虽然跟杜春娥处得好，可杜春娥卖叶明砂没叫她，她表面不在意，心里却想挖了杜春娥的祖坟。见杜春娥失魂落魄的，也有点幸灾乐祸。那舒爱国昨晚就跟村里人说要收叶明砂，人家连夜去山上产，一早就拖到周家这边果秤，乖乖，全村人都给他产。你想想，有多少蝙蝠屎都能给产完了？杜春娥想到昨天村里人的不寻常，这才琢磨过未来。舒爱国这外甥女真够阴的，看着娇滴滴好对付，谁知一招就把她生意给端了。这可怎么办好啊？杜春娥焦心坏了，廖红梅心里却在笑话她。老张媳妇今天去隔壁卖叶明砂，说舒老二正在养鹌鹑，鹌鹑蛋在市里可好卖了，一个蛋能赚好几分钱呢，有多少能卖多少。老张媳妇还说他家院子里放了一辆小推车，跟街上个体户那种车一模一样。你说邓方平该不会要学人家当个体户吧？个体户？你说干个体户能赚钱吗？再说了，个体户多丢人啊！要去街上叫卖，刮风下雨连个遮挡都没有。廖红梅也不知道，但她寻思着人家又不傻，不赚钱能天天推着车在街上叫卖。他干个体，你也跟着干。杜春娥吓到了，叫他产业明砂他没问题，叫他干个体户他还真没底。也没叫你现在干，先叫你家老赵跟着他们，看他们干的是什么，在哪干，干的怎么样。如果能干好，咱们就合伙开一个，本钱平摊，肯定不比他们干的差。杜春娥越想越觉得廖红梅这话很有道理，回头就叫赵前进盯着舒爱国一家。东林哥，这叫什么山关村的路可真够破的，3米一大坑，5米一大洞，山道上连个遮挡都没有，要是遇到下雨天，车子一准会打滑摔下山崖。戴东林被晃得够生气了，偏偏这米菲还跟唐僧念经似的，在他耳边叨叨。我说东林哥，你这又没跟人家确定关系，就跑人村里来，把人姑娘吓着可怎么好？米菲没好意思说，万一人家姑娘有对象呢？下一秒就被戴东林一个顺拐就把他脖子给锁住了。哥，您悠着点，弟弟脖子不经扯，弟弟不讲话了还不行吗？您说您今天见嫂子，怎么还这么凶残？东林哥，你快看那边有一群小孩。都怪你们家抢了我娘的生意，还敢吃吹糖人，你很得意吧？明明是你们家学我们家做生意，是你们抢我们生意才对，你还敢说？小江心心念念了半年，才攒够了一根牙膏皮，于是就这样叫赵大宝打落地上。话接上集，戴东林救了落水的小江，顺便把他送回家。那就是你姐？是我姐。怎么样，我姐漂亮吧？漂亮，那可太漂亮了，跟她心上人长得一样一样的。小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多少次，叫你不要玩水，你这孩子怎么不听了？楚瑜听到声音也跑了过来，抬头就见有个男人跟傻子似的对他笑。戴东林，他怎么来了？同志，是你救了小江吧？你真是我们舒家的救命恩人。舒爱国感激地握紧他的手。叔，这不算什么，孩子落水，我要是不去救，你说我还是人吗？同志，你可真是高风亮节啊！你看你衣服都湿透了，快进来冲了个澡，换身干净衣服。米菲直摇头，看他东林哥这不值钱的样。哎呦，小江这是怎么了？掉水里去了？掉石河了，多亏了这位同志救了他。同志，最近石河涨水了，那么深的水你还敢跳进去？你真是大善人，咱们小江遇到你是他命好。每年汛期，石河都会死人。去年村里一个小男孩下河游泳时没游上来，前年淹死一个打鱼的外村老翁。山关村村民谈石河色变，没少告诫自家孩子不许去石河边玩，却总有孩子不听话。金堂瓷杯没人用过，哇，你也喝水？戴东林一听这称呼，心里就吹响了军号，万万没想到这位就是未来丈母娘。阿姨，救人是我应该做的，实在不算什么。这是和我们本地人都不敢下去，你水性真不错。家父对我要求严格，从小就叫我锻炼身体，别的不敢说，我这身体素质确实是不错的。您别说小江这么个孩子，就是您遇到这种事，我也能把您给救上来。你这孩子真是不错，能教育出你这样品行高尚的同志，你的父母一定很优秀。对了，同志，你还没结婚吧？戴东林难以相信幸福来得这样突然，瞥了眼一旁的楚瑜。姨，我还没有成家，你应该不会想给我介绍对象吧？你这同志一看就家境优越，我哪敢给你介绍对象啊？我是寻思着你救了小江，就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，你要是结了婚，就让小江喊你一声干爹，但你还没结婚，叫干爹就差了辈分。楚瑜忍笑，看戴东林吃瘪竟然这样有趣，他这没良心的模样把戴东林看笑了。同志，热水烧好了，我帮您倒在大桶里。舅妈，倒在我洗脸盆里淋浴吧，盆和毛巾都是新买的，还没用过。戴东林就觉得这小妮子贴心又疼人，楚瑜把她护送进厨房舀水，避开人群才蹙眉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着？不会以为我是为你来的吧？小姑娘年纪不大，想象力倒是挺丰富，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。楚瑜有种想把她脑子当木鱼敲的冲动。戴东林，你活这么大，挺不容易的吧？这么说话没被揍，你身边的人都是活佛转世吧？戴东林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咬牙切齿，这丫头真够牙尖嘴利的，说话能把人气半死。但她戴东林也不是吃素的，
直接把带着河水腥味的衬衣给扯了。干嘛一言不合就脱衣服？洗澡呢？大姨，你家洗澡穿的衣服洗，再不走我可就要继续脱了。你想看也不是不可以，反正身材好，不怕看。这人欠嗖嗖的，楚瑜没有他厚脸皮，于是转身走出去了。家里没有什么好招待客人的。舒爱国骑车去镇上买肉，楚瑜要拿钱给他，被拒绝了。人家救了小江，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，舅舅回礼是应该的，你跟着掺和什么？舅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卖夜明砂的钱我说要分给你，你不要，这种小事还跟我客气什么？我一个大男人要你钱干什么？你那点钱就收着给自己当嫁妆吧。今早陆续有人送夜明砂来，加上昨天的9000多斤，楚瑜差不多赚了300块钱，去除掉100块钱的成本，也有200利润。记住，在二舅家补贴二舅生活费也是应当的。可惜舒爱国是个硬骨头，说死了都不肯要他1分钱。话接上集，戴东林救了落水的小江并送回家，所以做了一大桌菜招待他们，其中还有楚瑜的独家肉夹馍。尝尝我妈和二舅妈的手艺，吃完给点意见呗。真好吃，舅妈和阿姨这手艺真是绝，好吃到我舌头都恨不得吞下去。可别是为了哄我们开心。我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哄你们。我跟东林哥走南闯北，去了不少地方，在我吃过的小吃里，你们家肉夹馍绝对数一数二，确实不错。难道你们要摆摊卖肉夹馍？楚瑜没否认。回到80年代，他时刻提醒自己，事业才是最重要的。男人可以有，但绝不能影响他赚钱。戴东林这次救了小江，阴差阳错也算见到了家里的情况。我想让我妈和二舅妈去德阳摆摊，做得好，后期再做个门面。什么时候摆摊告诉我，我去捧个场。德阳饭店就那几家，我早就吃腻了。楚香和云云嘀嘀咕咕盯着戴东林偷笑。怎么了吗？是不是我脸上有东西？我二表姐说你长得俊，个头又高，我姐说那就给我们做姐夫好了。楚香连忙捂住他的嘴。淑慧愣了愣，他就没往这方面想。别胡说，你姐可没这个意思，小孩子胡说八道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淑慧生怕戴东林多想，觉得他们贪图他有车又是城里户口，他笑着对戴东林说。戴东林忽然觉得肉夹馍都没滋味了，他倒是想往心里去，可惜丈母娘不给机会了。戴同志，你同志家里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这是我外甥里亲自下厨炒的菜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谢谢叔，我还真没拿自己当外人。不拿自己当外人好，多吃点，不够的话锅里还有。吃饱喝足，戴东林也不好意思继续待下去，来人家做客，吃完午饭还舔着脸留下来，这不明摆着想吃晚饭吗？叔婶姨，谢谢你们款待，我们还有事要忙，就先回去了。戴同志不是来上官村考察的吗？怎么只考察了我们一家就要回去了？什么？戴同志是来考察的？之前还不是米菲跟楚瑜胡说八道，戴东林现在还能怎么说？早上已经考察过了别的地方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次在叔家吃了饭，就算没白来。廖红梅开了点门缝在偷听，看到戴东林这么个高俊后生从叔老两家出来，眼都瞪直了。怎么样？你看到什么了？那车是谁停在老二家门口的？叔老二一家穷鬼，平时饭都吃不起，现在认识开4个轮子的经世人，要是没跟叔老二闹矛盾，这会子他也能跟着一起招待年轻后生，说出去都威风，搞不好还能把女儿介绍给人家，让他女儿努力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可惜现在全便宜处于这小蹄子了。舒爱国回家就对小江下了禁足令，要求他这个暑假都在家躲着，哪都不准去。我没往河边去，是赵大宝把我逼到河边的。他说你们抢了他家生意，就把我推下河了。什么？你说是赵大宝干的？戴同志来之前，他在门口看到赵大宝，当时赵大宝见了他跟见鬼似的，神色慌张的往家跑。舒爱国还觉得奇怪，原来问题出在这。舒爱国拿起干活用的铁叉要跟赵前进拼命，赵家人不是傻子，估摸着知道大事不好，舒爱国饶不了他们，就收拾东西不知道躲哪去了。老话说啊，邻居好塞金宝，摊上这样的邻居，天天都有糟心事。讨得了和尚讨不了庙，我就不信他永远不回来。舒爱国打算等赵前进一家回来，再好好算这笔账。楚瑜寻思着等赚了钱，就要劝二舅一家跟他们一起搬去城里住。乡下生活虽然惬意，可就怕遇上赵家这样的邻居，今天占你一点地，明天欺负你家没人，整天搞出一堆破事来，让人烦不胜烦。这种人就像阴沟里的老鼠，没必要在他们身上耗费心神。话接上集，今天一大早，楚瑜几人就来到了制药厂门口摆摊卖肉夹馍。肉夹馍，这是什么小吃？倒是没听过。从外地传来的一种小吃，肉馍夹着肉和鸡蛋，喜欢吃辣的也可以加点辣椒和大蒜，一口咬下去，满嘴都是肉。不是我吹牛，你吃过一次绝对忘不掉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更何况小姑娘长得这么俊。那怎么卖？3毛钱一份，用的都是实打实的猪后腿肉，里头有肉有鸡蛋还有面粉，个个都是好东西，卖3毛钱真不贵。大叔也觉得花毛钱尝个鲜不算什么。给我来4个，2个加辣加蒜，2个孩子吃的，什么都不加。好嘞，叔，您稍等，这就给你做。邓方平接过勺子去捞肉和卤鸡蛋，舒慧则准备馍，馍要烤了才会酥脆。紧接着切好的猪腿肉和鸡蛋塞入饼里，汤汁往里头一浇，光是看着都流口水。我那份先给我吃着，其他的带走。楚瑜笑着把他的给他，大叔一口咬下去，舒坦的直叫唤。哎呦，真香！你家这肉夹馍真对我胃口。老赵，吃什么这么香？厂里认识的职工也出来买早餐，跟他打着招呼。大叔有些不好意思，一把年纪了，还
还叫同事看到自己这贪吃的一面。老张，这是小姑娘花了大价钱去外地拜师学艺，引来咱们德阳的小吃，叫肉夹馍，不是我夸，这味道真是不错，赶紧来尝尝。老张本来是拒绝的，看老赵吃那么香，直生口水，就也没忍住要了2个。老婆指定了要包子，不能都买肉夹馍，万一她不爱吃，怪罪起来可不得了。这女同志啊，脾气就是大。不是女同志脾气大，是您疼老婆，疼老婆的男人财运都好呢。谁不爱听这种话？更何况小姑娘模样是真漂亮。我也就是让着她，夫妻过日子嘛，就是要相互包容，这样日子才能长久。第一天出摊，楚瑜跟出来是为了教邓芳平和舒慧怎么吆喝，怎么套近乎吸引客人。可这到底不是他自己的生意，他得学会放手，让邓芳平和舒慧去成长，让他们踏出这一步，自己迎接客人，与客人对话，把握客人的喜好。舅妈，阿舅，我骑车去附近逛逛。舒爱国正在边上看人下象棋，闻言走过来，注意安全，不要乱跑，不要去人少的地方。好嘞，放心吧。楚瑜忙活了一早上，有点口渴，就把自行车支在路边买了根冰棍。这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楚姨。这是舒二舅的大女儿舒兰。楚瑜第一次见大表姐，舒兰却不是头一次见她，表姐妹之间关系不错，没有太多客套。你怎么来德阳了？我姑呢？没跟你一起来。舒二舅不满意舒兰姐的男朋友，逼他们分手。舒兰撇不下男朋友，一直躲着舒二舅，过年后就没回过家，自然不知道舒慧跟周建安离婚，他们母女4人住在舒二舅家的事。楚瑜便把事情讲给他听，舒兰眼都瞪圆了。你爸怎么回事？我姑辛苦供他读书，好不容易熬出头，他就要跟我姑离婚，这种人真是狼心狗肺。姐，咱不提他了，你来德阳干什么？我不是在服装厂做学徒吗？咱们厂从这里进的一批纽扣出了问题，叫我过来调换一下。这朵纽扣太沉了，我下了公交车后拖了老半天，才把纽扣拖过来，还好遇见你。楚瑜自然不能说别的，帮他把2麻袋纽扣搬上车。他推着自行车，舒兰扶着麻袋，帮我把纽扣送进去。正好咱俩好久没见了，边走边聊。表姐妹俩聊了几句，就到了纽扣厂后门。舒兰拿着介绍信跑进去，出来时身后跟了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眼镜男。陈科长，我们服装厂和你们纽扣厂常年合作，因为信得过保德的品质，进货时都没有开袋验货。可是您看看，所有纽扣都达不到我们服装厂的要求。更麻烦的是，有一批纽扣已经用在了衬衫上，需要全部退货返厂。我们服装厂的损失可不小。陈百福擦着汗掏出几颗纽扣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大家都是国营姐妹工厂，出了这样的事，实在不应该啊。姐，这纽扣哪里有问题？楚姨，你说这话就外行了。紧接着舒兰抓起一捧纽扣给他看。我们服装厂这批纽扣要求直径要求在8毫米，材质颜色也都有相关规定。这个纽扣足足有12毫米，纽扣里还混了不少杂色，形状也不是规矩的圆，有的像椭圆，有的像菱形。你再看看这一颗，这形状说花边不是花边，说波浪线不是波浪线的，奇奇怪怪，厚度也不对，根本不符合我们厂的出厂要求。以楚瑜的眼光来看，这批纽扣形状不一，颜色多彩，不仅没有问题，反而相当好看。舒同志，我马上为您调换纽扣，明天亲自把纽扣送上门。希望你和服装厂的领导说说，不要把这件事闹大，什么事都由我老陈一人承担。舒兰也不是非要他给个说法，他只是服装厂的学徒，连正式工都不是，家里没有人在服装厂工作，他可能这辈子都没法转正。说到底，厂里的损失跟他无关，只是他师傅授意他故意敲打1、2，留个人情好以后再用。陈科长，那我回去跟我师傅求个情，让他不要把事情报上去，您这边还得早点把纽扣换上才行。舒同志，您放心，我老陈说话算话，明天绝对把纽扣送上门，顺道把新出的有机玻璃纽扣样品送给你们瞧瞧。我们厂新研发了2种颜色，供销社都没有，服装厂生产秋冬装，用这款纽扣绝对合适。那我就先谢谢陈科长了。舒兰今年才20岁，年纪不大，做事却挺老练。小同志，能不能借你的车，帮我把纽扣拖到仓库里？当然可以，陈科长。陈百福这才注意到这个过分俊俏的小姑娘，他视线在舒兰和楚瑜身上来回打量。您2位是亲姐妹？不是，她是我表妹。要是我妈把我亲妹妹生这么美，却把我生成这样，那我肯定要造反的。没有，你们姐妹俩都漂亮，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姐妹花呢。陈百福把2麻袋纽扣搬下来，解开麻袋封口，将纽扣全部倒在地上。仓库里纽扣堆积如山，各种大小各种类型的纽扣都有，颜色不一，材质更是千差万别。陈科长，这都是瑕疵纽扣。没错，我们纽扣厂的纽扣有一定的次品率，不达标产品都会堆在这里。最近不是流行有机玻璃纽扣吗？有机玻璃纽扣的售价高，跟它次品率高有一定关系。生产出来的纽扣又不能回收，只能倒在这，想办法处理掉。楚瑜暗暗惊奇，纽扣厂的纽扣次品率竟然这么高，这么多纽扣处理掉实在浪费。要是他摆摊卖纽扣怎么样？陈科长，这批纽扣能卖给我吗？你说卖给你，你要纽扣干什么？我想摆摊卖纽扣，赚点生活费，就是不知道您这些纽扣价格怎么样。摆摊卖纽扣，如今个体户的名声可不好听。楚瑜看着也就是考大学的年纪，却得干个体户赚生活费，家庭情况一定不好。
很可能父亲这个一家之主不在了。不用多少钱，给钱就卖。不知道您觉得多少钱合适？不知道你要多少？纽扣堆在这看着没多少，但纽扣个头小，据我估计，这里至少有2-3万颗纽扣。这确实出乎楚瑜的意料，他倒是可以把纽扣全部吃下，可他在德阳没房子，纽扣都拉回去根本没地方放，拉回村里的话劳师动众，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，倒不如少拿点，卖得好过2天再来。我大概要3000颗。3000颗，我就收你1分钱1颗，你给我30块钱，我再多送你一点，怎么样？瑕疵纽扣处理都是不收钱的，有时候太占地方，甚至拉出去倒掉。可他侄子挪用公款，他得自己掏钱把这笔账给补上。什么？要30块？楚瑜也是惊讶，觉得1分钱1颗纽扣实在太便宜了。这里有相当一部分的有机玻璃纽扣，随随便便可以卖个2-3毛，翻10倍赚简直小意思。保守点，30块的本钱也能赚个200块，稳赚不赔。陈科长，1分钱1颗也太贵了点，纽扣厂的纽扣拉去卖掉都没人要，本来说给钱就卖，结果一开口就是30块，你可别看我们外行就想诓骗我们。你看你说的，我哪能骗你们？怎么不能？你去大街上问问，谁家瑕疵品还收钱？除了我表妹，有哪个冤大头会买这种倒掉的东西？你不能看我表妹想摆地摊就做得起价。那你说什么价？要舒兰说给个3块5块就可以了，可他也看出陈百福的意思，怕把生意给搞砸了，就非常温柔地砍了一半。15吧，我表妹头一次做生意，搞不好连本钱都挣不回来。您这个做前辈的好歹照顾一下年轻人。舒兰的嘴太厉害，陈百福无力招架。再说他有把柄在舒兰手里捏着，不得不卖一个人情。纽扣处理不用入账，也完全符合流程。他白拿了15块，小半个月工资了，凭什么不要？紧，你说15就15，不过这纽扣太多，不能一颗颗数。我常年做纽扣，大体数量能估算出来，给你的只多不少，你放心就好。陈科长，这种价格贵的有机玻璃纽扣多给我一点，我头一次摆摊，怕不好卖，尽量给我多点样式。没问题。我的车只能先拖一半走，剩下的我待会再来拖。我帮你放在门卫室，你等等来拖就好。陈百福送他们到门口，不忘叮嘱小同志，要是有人问起来，可别说自己是拉出去摆摊的，就说帮忙处理纽扣的。陈科长，您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傻到断了自己的财路，不给您添麻烦的。陈百福见他挺激烈，人情世故都懂。行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们路上慢点。楚怡，你真要摆摊？听人说个体户风吹雨淋的，很不好干。姐，我都不是第一天做个体户了，之前已经卖过好多东西了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妈和你妈合伙开了个肉夹馍摊子，今天第一次出摊，就在市立医院门口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？舒兰瞪大眼，他妈妈干农活做家务都挺干练的，可他就没看出来他妈还能干个体户。我就不去了，省得我爸又唠叨我，改天我再回家看你们。他寻思着得多赚点钱了，他妈个体户肯定干不长，到时候家里亏钱了还得叫他补贴。姐，那你记得回家看看。没问题，你也不要有压力，纽扣就算亏钱了也没啥，实在不行接养你。楚瑜回到摊位时，邓方平刚把最后一份肉夹馍给客人。妈，阿舅妈，生意怎么样？你说怎么样？舅妈昨天还觉得你50斤肉买多了，结果2点不到就全部卖完了，顾客都夸我们家东西好吃，夸我们车子干净呢。舒慧皱纹里都是满足的笑意，眼睛里都有了光亮。妈，没想到肉夹馍生意这么好，妈真是老了，不如你们年轻人有头脑。可不是嘛，要不是楚瑜，我们都想不到还有肉夹馍这么好的东西，要么说年轻人点子多呢。光有点子没有行动力也不行，说到底是你们俩干活利索，手艺不错，又爱干净才能留住人，不然顾客一看餐车油花花的，东西又难吃，吃了一回亏，下次就绝对不会再上当，你们能留住老顾客才是根本。你这麻袋里装的是什么？我打算摆摊卖纽扣，这是我进的货。对了，阿舅，我下午遇到舒兰姐了。什么？舒兰？她在德阳，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？楚瑜给了舒二舅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舒二舅看懂了他的意思。在吗？还怕我打他不成？我让他跟那小兔崽子分手，他非不听，迟早要吃大亏的。我不说那头拱白菜的猪，我就说猪他吗？那可不是省油的灯。舒兰嫁过去，迟早要吃亏的。教孩子要慢慢来，你把孩子逼得太紧了，才会把孩子吓得不敢回家。不过楚瑜啊，你二舅说的对，咱们家虽然穷了点，可也没想过要高攀。那男的就仗着父母是职工，对你姐根本不上心，我们都不赞成舒兰嫁给他。你下次见了舒兰，帮舅妈劝劝她。纽扣没地方放，只能先拉回山关村，明天再拖到德阳来。好在舒二舅的板车上还有空间。阿舅，这能行吗？你一个人拉这么重的车？牛车已经还回去了，这次来德阳用的是二舅家的板车，靠二舅人力拉着。这才多重，二舅肯定帮你把纽扣完完整整运到家。那行，我骑车去纽扣厂拉剩下的纽扣，咱们家里汇合。紧接着楚瑜拿着一个肉夹馍，又跑了一趟纽扣厂。大爷，您小姑娘找谁啊？大爷，陈科长叫我来了一批瑕疵纽扣，说是放在您这边了。纽扣啊，有，你等一下。赵大爷笑着把2个麻袋拖过来，帮着楚瑜一起捆绑在后车座上。大爷，我刚路过市立医院，给您带了一份肉夹馍，这肉夹馍可香了，您尝尝。临近傍晚，
大爷还是早上吃的饭，这会子确实是饿了。小同志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您可别客气，大爷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等他一走，赵大爷飞速拆开肉夹馍，乖乖里面还有肉和鸡蛋，难怪这么香。赵大爷咬了一大口，魂都要被这味道给香没了。后车座拖了2麻袋的纽扣，楚瑜回去这一路自然快不起来。回去时，楚瑜跟他们提了在市里租房的事，舒慧和邓芳平都没反对。我也想过这事，没敢提是觉得咱们事业刚起步，还没有收入就租房子，太冒进了。但推车每天都要你二舅拉去德阳，天气好倒没什么，最多受点累。可要是刮风下雨下雪什么的，别说去德阳了，板车就是想出山关村都不容易。舒二就知道婆娘心疼他，心里暖和着呢。既然要做生意，肯定租个房子稳当，也能赚更多钱。你们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舒慧看到哥嫂这样，也觉得挺羡慕的。她虽然遇上了忘恩负义的周建安，可她给了他3个可爱的听话的女儿。楚楚后天要去医院复诊了啊，我都记着呢。楚楚多吃点。锅里还剩下半碗面条汤，里面有不少肉丝。邓芳平全剩到楚楚碗里了。谢谢舅妈。谢什么？都是一家人。谢什么？都是一家人。我怎么没见你对我这么温柔呢？这倒霉孩子。小江怪里怪气的学邓芳平说话，邓芳平假装用筷子打他脑袋，小江来不及躲开，那滑稽模样引得众人哈哈大笑。次日，楚瑜拖着纽扣去德阳了。楚香听说他又要做纽扣生意，就想给他打下手。姐，你就带我一起去吧，我这要拖货，没法带你。你不用带我，我跟在你车后跑着去就行。你要是嫌我慢，就自己先走。我又不是不知道德阳在哪，跑2-3个小时就到了。楚瑜赚了钱，哪舍得叫妹妹跑着去，就给了楚香1块钱，叫她坐公交车去德阳。到了德阳就去百货大楼附近找我，如果实在找不到，我就去招厂门口或者是离医院找妈和舅妈他们。照顾好自己，不要走丢了。姐，要不要我把热水瓶带上？你摆摊被太阳一晒肯定会渴，带着水瓶喝水方便。不用了，渴了就在路边买汽水喝。买汽水多贵啊！行了，不用替姐省钱，姐有钱养得起你。同志，这纽扣怎么卖？这种便宜，3分钱1颗。这种大的有机玻璃纽扣，3毛钱1颗。您可以1颗颗买，也可以买10颗，买10颗就送2颗。女同志拨拉着纽扣，越看越兴奋，头一次看到这么多纽扣。芳芳，你不是要做大衣，又找不到纽扣吗？这个有机玻璃的真好看，咱们都买点吧。这里的纽扣颜色很全，秋冬用来做大衣再好不过。买1颗3毛钱，买10颗平均下来是2毛5一颗，能省不少钱。可大衣纽扣一般是4到6粒，有机玻璃纽扣价格不便宜。芳芳才刚实习，买完纽扣她这周饭钱就不够了，一时纠结坏了。纽扣很漂亮，要是便宜点就好了。我想买有机玻璃的，可我要不了10颗。芳芳没好意思说自己钱不够，有钱谁不想多买？你俩可以拼着买，每人选6颗有机玻璃纽扣，1人1块5毛钱。是啊，陈平，咱俩合伙买不就行了吗？1人6颗，正好1件大衣棉袄就能用掉，买多了放家里也浪费啊。陈平想说他用不完，他妈妈也能用，他妈妈比他爱美多了。每年除了在百货大楼消费高档成品服装，也会托人从外地买布料做羊毛大衣。陈平不好意思拒绝自己的同学，便笑着点点头。行，1人6颗，你赶紧给你的大衣挑几颗灰色的，你那件大衣款式好看，得配好看的纽扣才行。出身好的陈平认同自己的眼光，芳芳也挺高兴，俩人各挑选了6颗，一共给了楚瑜3块钱。2位美女，有同事要买纽扣的，麻烦帮忙宣传一下。你下午还在的吧？我有个女同学喜欢收集纽扣，我回头带她过来。我在的，不过今天是单休日，东西好卖，想收集纽扣最好早点过来。陈平点点头，拉着芳芳走了。他们俩帮楚瑜开了个好头，询问纽扣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有位留着短卷发的大姐从百货大楼拿着布料出来，正要过马路，见有人摆摊，便多看了2眼。这么多纽扣，小同志，你这纽扣怎么卖？小的3分，大的有机玻璃纽扣3毛1颗，买10赠2。买10送2，这年头可没有这种促销模式。去供销社买纽扣，售货员头抬得高高的，动不动甩个脸色，不是没货就是好看的颜色卖完了。头一次看到这么多纽扣，呦呦呦，这还有个银灰色的有机纽扣，颜色真时髦。手里抱着布料的大姐被人挤得差点摔跤，她没好气地瞪着身后那男人。挤什么挤啊你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懂不懂？楚瑜瞥了那男人一样，高瘦的男人贼眉鼠眼的，看人时眼神漂浮。楚瑜觉得不对劲，就让大姐拉到自己旁边。姐，你在这边慢慢选，大哥可能也想挑一挑。大哥，您想要什么纽扣？我给您推荐。男人没吭声，转头就跑了。同志，你这纽扣颜色挺好看，但怎么不规则呢？姐，您可不知道，这款式是从港城那边传过来的，规则的纽扣太普通了，不是。港城人时髦，追求设计感，人家不仅有这种纽扣，还有用牛角扣做大衣的呢。牛角扣您见过没？尖尖的，裤子牛角，可时髦了。大姐哪好意思说自己听都没听过什么牛角扣，紧接着大姐伸手去口兜里掏钱，却摸到自己的大腿，定睛一看，裤兜不知何时被人划了一道长口子。我的钱呢？大姐顺着裤腿使劲摸，半天才在小腿处摸到了5块钱。肯定是刚才那男人干的，
我平时钱都是塞在袜子里的，刚才买布没腾出手，就顺手放在裤兜里。谁想这小贼真缺德，竟然把我裤子划了这么长一道口子。楚瑜早上缝麻袋时，怕麻袋裂开，就把针线别在麻袋上一起带来了。他给大姐递过去，姐，我给你挡着，你简单缝缝，回家再换条裤子。这些纽扣我买了，多少钱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家的纽扣扔了都不卖给你。楚瑜抬眸，这次注意到人群中多了2个熟人，他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老三的女儿小三，以及那个多看一眼都嫌恶心的渣男。汉乔，我是不是不该出现在这里，让楚瑜姐不高兴了？赵汉乔眉头紧锁，下意识护着女友。你父母离婚是周叔叔选择了和他更合适的女人，毕竟那阿姨才能跟他有精神上的共鸣，与他谈论诗歌，谈论文学，谈论国家大事，这些都是你母亲不能给周叔叔的。可无论如何，一是无辜的，他不过是见你摆摊辛苦，一天也赚不到了几个钱，才想施以援手，你为什么对他有这么大的恶意？这一段话的信息量实在太大，周围群众都满脸愣怔地盯着楚瑜和赵汉乔。卖纽扣的小女孩父母离婚了，难怪要出来摆摊卖纽扣，而这个穿着时髦的女孩母亲正是插足摊主父母婚姻的第三者。无辜、善良、施以援手，赵汉乔，不要脸也该有个限度。我就算穷的去要饭，也不会去你家门口，需要你跑出来假装活佛圣僧，上演虚情假意那一套。楚瑜的话无情戳穿了赵汉乔的虚伪，他恼羞成怒道：难道不是吗？你卖纽扣一天能赚几个钱？1块还是2块？我以为你失去高考机会后，至少会回学校复读，至少你的灵魂是高洁的。谁知你竟这样自甘堕落，选择摆地摊做个体户，哪怕你去服装厂当学徒，好歹也有个正式工作，1个月能赚个10几块钱，怎么都比干个体户强。自甘堕落，我摆摊做个体户，不偷不抢，靠我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赚钱。我虽然本小利薄，一天赚不了1块钱，但我这钱赚得干干净净，并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你凭什么跑来对我指手画脚？一个聪明女人就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摆摊干个体户有什么前途？这辈子注定是没有大出息了。你要是认为我在羞辱你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但我跟依依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，这是我们作为大学生对你的忠告。我是不如你聪明，不如你豁得出去。你赵汉乔刚读大学就攀上高枝了，跟我父亲一样，想靠女方家里的扶持，平步青云，论不要脸和心机深，我哪里比得过你啊？家世不如许一，一直是赵汉乔心中的痛。你凭什么这样说汉乔？他明明那么优秀，就算不靠任何人，他也能出人头地。他优不优秀不关我的事，这是你男朋友，你自己高兴就好，没必要到我面前来强调。你们2个堵在我摊子前，打扰了其他顾客，害我不能做生意，再纠缠下去，小心我叫公安同志了。许一仿佛一个被欺负的弱者，红着眼圈却又说不出反驳的话，只好委委屈屈的咬牙。你叫公安我也不怕，我本来就是为了买纽扣，是你不卖给我们。楚香要说话被楚瑜拦住了，开门做生意，没必要把人往外推。卖？谁说不卖？对这种人，楚瑜不会心慈手软，瞥了眼许一手里抓着的一把纽扣。你拿的纽扣一共10块，拿起来吧。10块？什么纽扣值10块钱？对别人自然要不了10块，可谁叫我看你们不顺眼呢？怎么不会嫌贵吧？赵汉乔今天带许一来德阳逛街，只从家里拿了10块钱出来。他寻思着纽扣能值几个钱，撑死了1块钱顶天了。谁知楚瑜开口就是10块。你该不会买不起吧？买不起冲什么大头？周围群众也都眼巴巴瞧着，赵汉乔丢不起这个人。汉乔，他坐地起价，纽扣哪里值10块钱？咱们可别被他给坑了。给钱啊！刚才不是你们吵着要买的吗？不会10块钱都没有吧？赵汉乔狼狈地掏出所有钱，不甘地咬牙。第一，你借我3毛钱，咱们把钱给他，我们不能向他这种散发着资本主义腐臭的人低头。许一气得差点吐血，这一捧纽扣撑死了1块钱，他们有钱也不能让楚瑜坑了去。可赵汉乔发话了，他不能不听。许一只好掏出3毛钱，和赵汉乔手里的一把毛票子一起扔给楚瑜。对，都给你，谢谢2位冤大头赏脸，欢迎下次再来挑事送钱。话接上集，2人刚把东西收拾好，陈平就拉着一个女生过来了。同志，我带朋友来了。陈平看了眼楚瑜车上薄薄的化肥袋，同志，纽扣该不会卖完了吧？今天是单休日，生意好，都叫人抢完了，不如明天过来吧。明天我会带点新货来，款式齐全，有一些纽扣甚至连供销社都没有，很适合收集。王小略有迟疑，他终是在读，学校课程紧，只有中午或者下午才有时间出来。我明天还有课，怕过来时又被人挑完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样的？我晚上回家把差不多类型的都挑出来，给你留着，你不来我绝对不卖给别人。王小没想到他如此热情，有点不好意思。不会麻烦你吧？那么多纽扣中挑几10颗，实在不容易。不碍事，赚钱嘛，本来就没有容易的。他如此坦荡，王小也觉得他性子挺好，笑道：有机玻璃纽扣，我还缺银色、灰色、宝蓝色的。宝蓝色你可以多给我留一点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还有贝壳纽扣我也缺的，一些颜色特别的纽扣都可以留给我。没问题。楚瑜满口答应，送走王小和陈平。楚瑜让楚香走去市立医院跟淑慧会合，自己则骑车去了一次纽扣厂。你怎么来了？陈科长，我来进货。借货？
陈百福瞥瞥他空荡荡的后车座，愣了好一会。他原以为3000多颗瑕疵纽扣，至少要卖1个星期，不会做买卖的人撇不下面子，不好意思吆喝的，卖半个月1个月也不是没可能。楚瑜仅仅用了半天时间就全部卖完了。小姑娘不得了，照你这个速度，迟早要发大财的。发财谈不上，不瞒您说，我之所以卖得快，是因为价格卖得低，相当于半卖半送了。便宜的东西自然好卖，但赚的也少。我这一天才赚了1块多钱呢。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没什么心机，陈百福也没怀疑。还是昨天那个价，想要什么样的纽扣，你自己产吧。几万颗纽扣，楚瑜又不能一颗颗挑选，只能大差不离的往麻袋里产，和昨天一样产了3、4千颗。对了，陈科长，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房子租吗？什么？你要租房子？陈科长，您太看得起我了，我一天才赚1块多钱，哪能租得起门市？那你问这话是我妈和我二舅吗？他俩在德阳摆摊卖小吃，赚点辛苦钱，但我老家在荣泰县，每天用板车把手推车推来德阳，路途遥远，实在不方便。我寻思这不如给他们租个门市，省得来回折腾。陈百福一直猜测楚瑜家境贫寒，父亲早死，和母亲相依为命。这番话坐实了他的猜测，他也是个热心的。你这话真是问对人了。你叫我找房子，我是没那能耐的。但我老婆她是个包打听，德阳百货大楼这一片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事。她有个同事跟邻居没处好，她刚帮同事跟胶鞋厂的一个员工换了房子。你找她准没错。嫂子还有这能耐呢？他那人工作清闲，平时没啥事就整天琢磨房子。你说房子都是单位分的，有什么可琢磨的？那可不一定。现在穗城那边已经有了与港商合资的商品房，打的是给老干部建宿舍的旗号，可实际上5万块一套对外出售。有房子卖，就会诞生介绍房屋的中介职业，说不定嫂子以后还能靠倒腾房子赚大钱呢。陈百福原本就是随口一提，可是被楚瑜这么一说，就觉得他老婆那人的过分热情不是坏事。陈百福下班后就跟他老婆聊起这事。他真这么说？骗你干什么？说是港城那边的房子都是按平米销售的，一套房子要卖几十万，房产中介卖一套房能赚好几千。你说这是什么概念？葛兰芝头一次听说倒腾房子还能赚钱的，真要像这小姑娘所说，德阳早晚也有商品房出售，她手头得多留点人脉，保不齐以后还能用到。这小姑娘什么来历？她家里在卖什么肉夹馍，想请我帮忙在德阳找个门面。我看这小姑娘的面相不是凡人，保不准有大出息，能帮就帮一把吧。你看看德阳哪里有合适的门面，帮她找找。卖小吃的空门面，我记得中学对面有一排房子。陈百福大约知道他说的是哪里。人流量怎么样？离百货大楼、医院都很近，人流量很大，从早到晚都是人挤人。每年大集也要经过那条路，别的不说，就说大集那几天吧，我听人说去年摆摊卖冰棍和糖水包子那几家，一天就赚了200-300。那么多？我听楚香说，那个许依依和赵汉桥找你麻烦了，还说了不中听的话。你跟妈说，他们都说什么了？啊，他们说他们的，我根本不会往心里去。再说，我可一点没吃亏，6颗纽扣总共11块5毛钱，我收了他们10块，还把他们狠狠骂了一顿。要是赚钱也算找麻烦的话，我巴不得他们天天找我麻烦。淑慧欲言又止，当妈的哪能不知道女儿在想什么？楚瑜以前最喜欢那个赵汉桥，周建安在外面养女人就算了，那女人的女儿还抢了楚瑜的男朋友。淑慧担心楚瑜想不开，心疼女儿被这种人颐指气使的奚落。姐，我们现在好多钱，才400而已，不算什么，这才刚起步呢。你等着好了，姐姐将来一定会赚大钱，让你们和妈都过上好日子，别人想不到的那种好日子。那是什么样的日子？等姐有钱了就带你们去大城市，我们在大城市安家搞事业，姐还会给你和楚楚都买一套房子，让你们不必看男人脸色过日子，让你们有个拿得出手的娘家。楚香鼻子酸涩，她姐以前从没跟她说过这种话。与此同时，周家的饭桌上，许一正红着眼，向周家人描述百货大楼前发生的事。依依，楚瑜不是那种人，他怎么可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你？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问赵汉桥，他可以为我作证。他还说了不少周叔叔的坏话，在我心里，周叔叔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听他这样说周叔叔，我真的很难过。作为一个自私自利的男人，平心而论，周建安没有伟大到能把许一当成亲生女儿。和戴晴雪刚约会时，每次听戴晴雪提起女儿，他心里都扎了一根刺，觉得许一的存在时刻提醒他，戴晴雪曾经被另一个男人拥有过。直到他得知戴晴雪的身份，想追求一个单亲妈，他连依依一个手指头都不如，我真是白生了这个女儿。戴晴雪打量他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岔开话题。纪文，楚瑜去外面摆摊，这不是故意在打你脸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老周家虐待他了，要让他一个大姑娘出去做个体户。一提到这事，蒋美凤也气得不轻。在她看来，淑慧和楚瑜生是老周家的人，死是老周家的鬼，就算被老周家赶出家门，也该躲起来不见人才对。刚从老周家骗了1000块钱，不愁吃不愁喝，还要去当个体户，不就是想让上官村的人戳我们老周家的脊梁骨吗？我早说过淑慧是个没用的，你们瞧着好了，不出2个月，她从老周家拿去的钱肯定会被他那2个哥哥骗得一干二净，我们老周家的钱全便宜他们姓舒的了。
蒋美凤下了决定，托人给周芳春带句口信，说了楚瑜在百货大楼门口摆摊卖纽扣的事，叫他抓点紧帮楚瑜找个好婆家，千万不能让人家看他们老周家的笑话。你说什么？周楚瑜在百货大楼卖纽扣？我娘说的，不会有假，还是那个带秦雪的女儿许依依亲眼看见的。我几年没见楚瑜那丫头，你说她一个德阳话都不会说的乡下丫头，哪来的胆子到德阳来摆摊？原以为是个好忽悠好控制的，谁知淑慧和他满嘴答应来家里拿布料做衣服，转头却该回家回家，该摆摊摆摊，全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这死丫头穷到出来摆地摊，都不上门来拿布料，不会察觉到什么了吧？不可能，一个乡下丫头哪来的防备心？淑慧跟周建安离婚后被赶出家门，这3个丫头选择跟母亲一起去舅舅家，心里肯定是恨他爸的。在他眼里，我们都是周家人，对我们有防备也是正常的。那我明天去百货大楼找他一趟，探探他的态度。邱家栋名声极差，但凡像样点的家庭都不会把女儿嫁过去。可邱家栋今年已经24了，不结婚就整天在外头骚扰人家姑娘，惹是生非。邱家人的意思是想给他找个老婆，管他。你抽空带许依依和带秦雪去百货大楼买点衣服，不必在乎钱，挑最贵的买，全部记在我的账上。叫毛夏好好招待许依依，可别把人给得罪了。没问题，我一定把他们母女俩伺候好。这天楚瑜想让楚香帮忙摆摊，他去冠县那边把鹌鹑蛋给拖来。姐，要么我去拖鹌鹑蛋，你留下来摆摊吧。楚香一个人有点局促，她没有她姐能干，人少时还能应付，人一多就乱掉了。这样吧，你坐公交车过去，我听说这路公交车速度挺快的，2个多小时就能到。楚香也怕自己找错路，坐公交车就不一样了，每站都有售票员提醒到站，她只要到长留村那一站下来就行，没什么难度。那我就坐公交车去。于是楚瑜给了他2块钱，用不完就放在身上，省得遇到点什么事身上钱不够。楚香点点头，可乐意给他姐跑腿了。楚瑜从3000多颗纽扣中挑出王小要的款式，把剩下的摊开让别人选。楚瑜刚摆好摊子，就有个客人上门了。小同志，纽扣怎么卖？小纽扣3分，有机玻璃和贝壳这几种大的都是3毛1颗，但买10送2。你要是用不完10颗，可以和别人拼单，一家出一半钱。那人操着荣泰县的口音，买东西也豪气，一口气挑了足足20个有机玻璃纽扣。你要这么多？我正在学裁缝，偶尔接点活帮人做衣服，纽扣太难买了，没想到你的纽扣这么全，早知道把我几个师姐也带来挑一些回去了。没事，你需要的话随时过来，不出意外，这几天我都在这里摆摊。客人付了钱，挑了赠送的纽扣就走了。随后又来了几波客人，楚瑜一直忙到中午，都没能喘口气。中午，周芳春也下班了，她特地回家一趟，打开门就发现她婆婆在家。妈，您来了。周建安攀上戴家高之后，周芳春婆婆对她态度好了一点，不敢明目张胆给她脸色看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建安叫我去看我侄女，我寻思着空手去没诚意，就想找几件毛夏不穿的旧衣服带过去。我那嫂子刚跟我弟离婚，日子过得艰难，毛夏的衣服我那3个外甥女都能穿，肯定会高兴的。听说是拿家里的旧衣服去，又是儿子交代的，毛老太太倒没说什么。周芳春从衣柜里翻出几件压箱底的旧衣服，蹙了蹙眉，怎么被啃了个洞，像是老鼠啃的，也没啥，啃个洞而已，补补就能穿。这件不错，可就是被火钳烫坏了，是光宇去年都没求不小心弄坏的。这件怎么一股子味道？周芳春拿起这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放在鼻子前嗅了嗅，左闻右闻都觉得有股怪味。你怎么忘了？去年毛夏不知道从哪抱了一只小狗回来，就拿这衣服做了个狗窝。那狗也是不省心的，当时就尿的到处都是用这件衣服擦的。你也没洗过，能没味吗？周芳春这才想起这茬，味道确实是大了点，可又不是不能穿。淑慧都被赶出家门，楚瑜也穷到出来摆地摊，还有啥可挑剔的？楚瑜，还真的是你。你奶奶说你在这摆摊，我本来还不信的。你说你年纪不大，怎么满脑子都是歪门邪道？做什么不好，竟然学人家做个体户。二姑，做什么是我的自由，我已经不是周家人了，周家没有立场来干涉我的选择。再说了，我不做个体户，哪来的钱养家？难不成二姑想养我？以后我没钱了，就去找二姑要。淑慧带着3个女儿，生活压力可想而知。楚瑜要是什么事都找她，那她可摊上大麻烦了。楚瑜，你说笑了，二姑哪来的能耐养你呀？你别看二姑住在市里，你二姑夫的工作说出去也风光，可其实日子过得并不容易。二姑兜里根本没2个钱。放心吧，二姑，跟你开玩笑呢，看把你给吓的。楚瑜笑出声来，似乎觉得他的反应格外有趣。你这孩子几年没见，竟然学会开玩笑了。不是二姑说你，就算去服装厂找个学徒的工作，1个月也有个10几块钱。你做个体户能赚什么钱？要是被人知道我娘家人在德阳摆地摊，我和你姑父的老脸往哪放？周芳春自认是有身份的，要是被他单位同事知道侄女在百货大楼门口摆摊，免不了一顿嘲笑。那二姑你可得当心了，赶紧找个麻袋套在头上，可别让人家知道你跟我沾亲带故，最好再躲远点，有多远躲多远的那种，别往我摊位前凑，这样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二姑您觉得呢？
周芳春牙关咬得发疼，这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？上次在医院匆匆一见，只当这丫头年长了几岁，模样长开了，待人接物也有所长进，谁知哪都长本事了。二姑就是给你个建议，出发点是好的，你看你把二姑想坏了吧？二姑听说你在这摆摊，知道你日子过得不容易，还给你带了几件衣服来，都是二姑精挑细选的。楚瑜下意识要拒绝，他没有穿别人旧衣服的习惯，可周芳春拼命把衣服往他手里塞。这是二姑的一片心意，你快打开看看，都是百货大楼买的，买的时候可贵了，二姑舍不得给别人，都留着给你们姐妹3人了，你和楚香、楚楚都能穿，快看看喜不喜欢。周芳春不等他说话，就把衣服打开了。楚瑜迎面闻到一股奇怪的尿骚味，定睛一看，白衬衫上有明显的尿斑，另外2件也都破了个大洞。又是百货大楼买的，又是贵价衣服，既然这么好，二姑还是拿回去给毛夏表妹穿吧。毛夏一直站在远处的大榕树下，他怕被人知道自己表姐是摆地摊的，嫌丢人不肯过来，四处张望着，怕被人瞧见，脸色很不好看。隐约听见楚瑜让他妈把衣服拿回去，他皱了皱眉，心说这个乡下表姐是真多，给他衣服还嫌弃，难不成要他们家送新衣服不成？毛夏衣服多，不缺这1件2件的，他跟你不一样，他是德中学生，成绩又一向在年级排名前3，老师口中的准大学生，肯定要穿的讲究点，这些衣服配不上他的身份，配不上毛夏身份的衣服，拿来送给他。楚瑜拎起这包衣服，径直走到不远处的垃圾池前，把衣服丢了进去。楚瑜，你干什么？既然二姑和表妹都嫌衣服破，不肯穿，我就帮二姑处理掉。垃圾不去垃圾，该去的地方能去哪？二姑你说呢？表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我们好心给你带了衣服，你不懂感恩就算了，还把衣服扔进垃圾桶。周芳春走过来，拦住发脾气的毛夏，这点上，毛夏就远远不如楚瑜会处事了。这种说话的态度，将来毕业后进了单位可怎么办？好了，这次妈也是好心办坏事了。你表姐眼光高，没看上妈送的衣服，妈下次不送了就是。要么人家都说好人难做呢。楚瑜没搭理他，回到摊位前继续卖纽扣。不得不说，楚瑜的纽扣确实好看。毛夏对有机玻璃纽扣很心动。周芳春没事人似的顿了下来，挑了几颗银灰色的，拍拍手就要走人。好了，我就要这几颗了。大姑，你挑了13颗，3毛钱1颗，一共3块9。这个表姐做人太不厚道了，果然小家子气。毛夏气得要跟楚瑜理论，被周芳春给拦下了。你可别坏了你爸的事，你爸要是升不了职，将来你找对象就只能按照现在的门第找，找一个跟你差不多级别的小科员，一个月赚40-50块钱，那能有什么大出息？等你爸把事情办妥了，德阳的好男人还不是任你挑。毛夏到底有些不痛快，却又不敢坏他爸的事。今天是姑没把事情办好，原以为你会喜欢姑挑的衣服，没想到好心办坏事了。下次去姑姑家做客，姑姑把压箱底的衣服料子都拿出来，好好跟你赔不是。楚瑜没搭话。戴晴雪和许依依正站在不远处等他们，周芳春还得把这母女俩陪好，只好把楚瑜的事放放。哟，晴雪，几天不见你又变漂亮了，依依这身衣服也漂亮，比我家毛夏会搭配。戴晴雪盯着不远处的楚瑜，跟楚瑜回周家村的男人没来，上次匆匆一瞥，戴晴雪不太确定，她总觉得那个人的背影看着有几分眼熟，心里格外不安。看什么呢？晴雪，我家老毛特地交代我，一定要尽地主之谊，陪你们好好逛逛咱们德阳的百货大楼。接上集，下午3点多，王小才背着书包匆匆赶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同志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你看看这些纽扣行不行？不行的话，只能明天再来挑了。王小两眼放光，楚瑜挑的都是他喜欢的款式，给了楚瑜5块钱，王小全部都要了。楚瑜又多送了他1颗，王小也挺高兴的，毕竟1颗纽扣3毛钱。楚瑜忙活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吃饭，正好楚香抱着鹌鹑蛋箱子回来了。他路过市立医院，刚在淑慧那吃完肉夹馍。姐，你去吃饭，我来帮你卖纽扣。楚瑜留了一半鹌鹑蛋给他，剩下的一半拿去医院门口，看看吃肉夹馍的空隙能不能卖一点。鹌鹑蛋热度还没过，有传言说一个鹌鹑蛋顶10个鸡蛋。楚瑜鹌鹑蛋刚拿出来，就有陪床的人来买，说是要煮了给住院的亲友吃。楚瑜卖了几10个鹌鹑蛋，抽空咬了口肉夹馍，转头看到边上蹲着一个鸡窝头男生。啊，这是干什么？他中午就过来了，边吃肉夹馍边做作业，也不知道哪题不会做，在那蹲了1个小时，差点把头都薅秃了，也没把题目做出来。楚瑜凑上去，没记错的话，这是1982年的一道数学高考函数真题。这题很难吗？江其略皱了皱眉，他最讨厌做题时有人打扰自己。题目难不难，做做就知道。你会笔给你。楚瑜也没推辞，正好想看看83年的学生在做什么题目。他接过笔和本子，略一沉吟。这题有3种解法，第一种是将所有角度转化为锐角，然后利用正余弦公式。楚瑜解题思路清晰，江其略也不是蠢人，一点就通。等他3个方法列出来后，江其略已经弄懂了这一题，被人碾压的感觉并不舒服。江其略蹙眉掏出一张试卷，把这张也做了。江其略拿的是一张手写复印数学试卷，纸张发灰，又薄又透。楚瑜却无心顾及这些。这时有一个中年男人过来买鹌鹑蛋。我病房大爷的儿子硕士在这里买的，鹌鹑蛋还有吗？给我30个。今天淑慧本来要带楚楚去医院复查的，
奈何他见到生人就紧张，怕去医院耽误事，就让邓方平和舒爱国带楚楚去了医院，自己留下了卖肉夹馍。楚瑜还在做题，舒慧知道价格，就上去帮中年男人挑了30个个头大的鹌鹑蛋，全部做完了，你看看有没有错的。江其略没有能力看出他做的是对是错。这张试卷是班主任张老师给班上前20名同学发的特训卷，江其略的母亲帮他手写了一张试卷，他才把多出来的这一张给了楚瑜。我刚改完试卷，咱班发到试卷的20个同学都写完交上来了，这张是多出来的，是你放我办公室的吧？你跟老师说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是你家亲戚写的，想让我帮忙改一下？江其略视线在那张试卷上停留几秒，难以置信地抽出自己的试卷。他这个年级第一足足错了6题，卖鹌鹑蛋的小姑娘却得了满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张满分试卷是谁的？难不成是你母亲为你请的家庭教师？我没有家庭教师，这张试卷是一个卖鹌鹑蛋的女孩子做出来的。什么？成年人的判断力让张志和觉得不可能。江其略又是一本正经的性子，不至于胡说八道。他的摊子在哪？市立医院门口，他母亲是卖肉夹馍的，您不信可以去看看。这要是真的，那可是妥妥的名校苗子。哪个老师见了好苗子不激动？他恨不得课也不上了，现在就去考考那姑娘。要是对方没有学校，就把人抢到德中来。然而楚瑜是还不知道，自己随手做的试卷得了满分。姐，你看，我卖了220个鹌鹑蛋，还买了46颗纽扣。香香真棒。楚香被他姐夸得不好意思了，他姐以前从没这样夸赞过他。姐，今早2就说爆窝的鹌鹑开始下蛋了，以后每天都有鹌鹑蛋卖了。姐，要么我帮你卖鹌鹑蛋吧。你想学做买卖？你9月就要开学了，学习紧张，再卖个鹌鹑蛋，我会影响你学习。我只比你小2、3岁，总不能等着你养我吧？学习之余卖鹌鹑蛋，就当放松了，根本不会影响到学业。再说了，你做个体户不就是看好个体户的前景吗？我也想锻炼一下，帮家里多赚点钱。楚香做事确实稳当，卖鹌鹑蛋看着不起眼，可小生意里有大学问，能把小生意做好，别的不说，对钱肯定会更有概念，也就间接培养了楚香的财商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行，你想做就做吧，以后跟姐一起摆摊也好有个照应。姐，我是帮你的，赚了钱都给你。我要你钱干嘛？自己攒着，留个小金库。那可不行，我喜欢姐，就愿意给姐钱。楚香说完摆摆手，推着自行车跑了。他前脚刚走，后脚楚瑜的摊位前就被几个男人给围住了。几位大哥想买点什么？鹌鹑蛋还是纽扣？邱家栋嗤笑一声，吊儿郎当的和小跟班说：“他问我买鹌鹑蛋还是纽扣，老子像会买那娘们玩意的。这女同志真不会说话，我们大哥看得上你这鹌鹑蛋和纽扣。这么漂亮的小妞出来卖鹌鹑蛋，可真够寒碜的。我给你指条明路，过来给我们邱哥点根烟，再说几句好听的话，我们邱哥就不找你麻烦了。”83年年中，全国性的严打才刚拉开序幕，德阳还没有太大动作，至少街头巷尾依旧能看到不务正业的闲散青年。楚瑜正要说话，被昨天买纽扣的大姐拦下了。大姐路过这里，只是想顺路瞧瞧小姑娘生意如何，谁曾想会撞见这事。姑娘，别惹他们，这群人腰上别着铁棍呢，自称是什么铁棍帮，跟摆摊的个体户收摊位费，还会欺负年轻小姑娘。你就一个人，被他们盯上了，肯定要有麻烦的，倒不如软着点，给他点根烟就算过去了。铁棍帮在德阳名声都臭了，要是被他们盯上了，哪里不能犯事？大姐怕他被人盯上，真要发生点不好的事，女孩子的名声就彻底坏掉了。各位大哥，我不如各位大哥家境富裕，不过是摆摊做点小生意，赚点辛苦钱，还望几位大哥高抬贵手。几位大哥不嫌弃的话，我做东请各位抽个烟，就当是我孝敬各位大哥的。邱家栋上次犯事后就一直被家里人管着，好不容易等事情平息了，才带着兄弟们出来打猎，没想到头一遭就遇到这么个极品。送包烟就想走，打发要饭的呢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哥哥我这养着呢，要妹妹你给挠挠。邱哥你真够下流的，可别把妹子给吓到。哥你哪里养？跟妹妹说说，让妹妹见见世面。邱哥的话听见没？还不快过来给我们邱哥挠挠？我们邱哥是什么身份？来找你是给你面子。再过不久，全国性的严打就要下来了，这次的声势规模绝无仅有，只要被抓典型就得吃枪子。这个邱哥肯定不是第一次犯浑，只要把事情闹大，他绝对经不起查。楚瑜故意提高音量，让围观群众都知道这件事，好把这群人骚扰敲诈他的事情给坐实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然在德阳百货大楼门口当街勒索，勒索不成就调戏骚扰女性同胞，你们就不怕我找公安同志告你们，把事情闹大吗？哈哈哈，找公安？他说要找公安，听见没？他说要找公安告我。就你一个卖纽扣的死丫头，还敢告我们邱哥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邱哥后头有人，你得罪不起的人。说到底，他们邱家就是德阳地盘上的一把。你敢串我，知道老子是谁吗？我管你老子是谁，我今天就替你老子好好管管你这龟孙子。此时周芳春几人正好逛完百货大楼出来，周芳春买了新衣服，心情不错的想去找楚瑜炫耀炫耀，谁知刚走到摊子前，就撞见这一幕。家栋，你怎么在这？邱家栋这样身份的人是不该被踩在脚底下的，更何况惹事的还是自己侄女。周芳春气得冲上前，手忙脚乱地扶她起来。
楚瑜，你搞什么呢？家栋是自己人，他爸是你二姑夫的老同事，我们俩家关系一向不错，你怎么能让人这么打家栋？这要是把人打坏了可怎么好？二姑，不是我找人打他，是他勒索不成就想骚扰我，大街上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。周芳春替这个侄女拖后腿，她和毛光玉花了多少心思才跟邱家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顿饭，精心维系，才有了这样的关系。楚瑜动嘴就把他们多年的努力给抹掉了。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？不认识的人那才叫勒索骚扰，认识的人性质又不一样了。这是二姑的错，二姑没来得及跟你说，家栋是我和你二姑夫看着长大的，家世好，人品也信得过。我这做姑姑的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就想介绍你们认识。家栋这人性子直爽，直接就找上门来了，这才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。邱家栋也没想到周芳春能有这本事，黑都能说成白。楚瑜他今天也算开眼界了，送侄女有尿般的破衣服，拿了纽扣不想出钱，现在还包庇邱家栋这样的人渣。二姑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，捏造事实是犯法的。捏造什么事实？我说你这丫头怎么说不通呢？二姑不是说了吗？家栋这小伙子很好的，谁见了都要夸几句，怎么可能做你说的那些事？你说家栋不好，是不是该也找找你自己的原因？要不是你丢人现眼摆地摊，能引起这误会吗？周芳春不客气地批评侄女，在周芳春看来，楚瑜是绝对不如邱家栋重要的。二姑，你也是有女儿的人，将心比心，你女儿被人骚扰，你也会让她找自己的原因。周二姑一愣，毛夏是她心肝肉，自然不是楚瑜能比的。我家毛夏是高材生，德中前3名呢，他一向很听话的，怎么可能出来摆地摊，惹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来？德中高材生前3名，毛夏是金疙瘩，他就矮人一头不成？二姑说话你听见没有？家栋身子禁不住这一脚，你别以为你朋友能打就了不起。你知道邱家是干什么的吗？事情真要闹大了，你和你这个朋友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德阳地盘上谁来都不好使，想动邱家栋就是浮游撼大树，楚瑜也该有点自知之明才是。这次不打不相识，周芳春回去后好好说和，促成这一对。二姑说话是不中听，却也是为了你好，打个架而已，你不至于真要把邱家栋送进派出所吧？我可告诉你，这是真闹大了，你这朋友也要被牵连，你总不想给他惹麻烦吧？倒不如各退一步，息事宁人算了。楚瑜自己不怕事，却怕给戴东林带来麻烦。戴东林，要不还是算了。戴东林心里正不爽呢，怎么他的白菜又被别人惦记上了？这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二姑，竟然想把这龟孙子介绍给楚瑜。你是心疼我，还是心疼他呢？楚瑜一噎，他怎么闻到一股醋味呢？他莫名想笑。你这次来德阳是为了做买卖吧？没猜错的话，你买卖做得挺大，可这年头做生意就免不了有把柄落在别人手上，万一被他盯上了，就算撼动不了你的根基，也能叫你头疼。我听说外地已经开始严打了，就算我们不出面，这种人也撑不了多久。米菲刚收到消息，着急忙慌地跑过来，正好听到楚瑜说这话。哥，这是最多算未遂，就算你把人送进去，也关不了几天。你不可能时时刻刻看着嫂子，万一他要找机会报复，咱们防不胜防，倒不如就这样算了。我找人敲打他，叫他小子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家栋，今天受委屈了，是我好心办坏事。你说我要是早点介绍你跟楚瑜认识，哪还有今天这事？这话怎么说？你妈托我给你找个对象，正好我侄女年纪跟你差不多大，我就寻思着把她介绍给你，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呢，谁曾想你俩就遇上了。邱家栋还真看上摆地摊那丫头了，闹成这样才知道，周芳春早就想把人介绍给他的。邱家栋一向不屑于相亲这种事，现在却想治治那丫头，那就麻烦二姑了，是成了咱们两家旧时亲戚。毛叔说的事，就是我们家的事。这就对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有点小矛盾也别往心里去，这只能说明你俩有缘分。等邱家栋走了，毛夏才陡然松了口气。邱家栋像眼镜毒蛇，目光阴森森的，让人不舒服。妈，邱家栋怎么在这？周芳春就把邱家栋骚扰楚瑜的事说了一遍。毛夏眉头皱起，没想到邱家栋好色就罢了，还敢在外头拉帮结派。毛夏跟着他妈回到楚瑜的摊位前，毛夏不太想让人知道自己表姐是个个体户，想走却被周芳春拉了回来。楚瑜呀，你看我给毛夏买的裙子好看吗？这是从海市进来的裙子，整个德阳就这么一条。我家夏夏争气，升高3考了年级第3，我答应送她一条裙子做礼物。楚瑜不太明白周二姑这种炫耀心理，亲戚之间压别人一头就真的那么让她开心？戴东林不太满意周芳春的所作所为。我还带你大阿姨和许依依去百货大楼买了500-600块钱的衣服呢。我家毛夏真是争气，老师都说她是重点大学的苗子，天天跟我夸她呢。明年这会，我家毛夏已经考上大学了，大学生不是你这种个体户能比的，以后你们表姐妹俩想叙个旧，都很难碰到面了。话音刚落，周芳春倏地瞪大眼，冲着路边骑自行车的男人直招手。张志和正在满大街找楚瑜的身影，他刚从市立医院的肉夹馍摊过来，淑慧告诉他楚瑜在百货大楼门口卖纽扣。丽呀，张老师，你是来找我们家毛夏的，真不好意思，张老师家里有点事，我就给毛夏请了个假，但他那张试卷昨天就交到您办公室了。毛夏妈妈，我不是为了这事来的。那您是为了什么事？该不会是为了我家毛夏成绩来家访的吧？您说您真是客气，
我家毛夏成绩好，多亏了您。不知道我家毛夏这次考了多少分？周芳春对毛夏的成绩很有信心，问这种话就是存了炫耀的心思。张志和不过想说句话，却一直被他打断，也有点不高兴。毛夏这次考得不太好，数学才考了69分。听说这次试卷比较难，我家毛夏年级第3才考69，其他人的分数也不高吧？我们班最高的是江其略，他考了90分。我就说是试卷难，不然我家夏夏不至于考这分数。张志和从车筐里拿出一张试卷，走到楚瑜面前。这张试卷是你做的吧？楚瑜认出自己的笔记，点了点头。戴东林凑过来，在看清试卷上方的分数时，非常低调地问：张老师，那什么年级第3才考了69，我们家这位考了100分，这在你们德阳中学得是什么水平啊？张志和作为老师，就喜欢和别人谈论分数成绩。那肯定是年级第1的水平。年级第1啊，年级第1还没说话，怎么69分就蹦跶得那么欢？戴东林不知道楚瑜要复读的事，可这不妨碍他护短。楚瑜的二姑又怎样？一把年纪了还对小辈指指点点，这种亲戚不要也罢。他说的过于直白。毛夏咬了咬嘴唇，觉得从没这样屈辱过。只有数学好也不管用啊，管不管用也比考69分强啊。戴东林就听不惯某些人放屁，还只有数学好不管用呢？一个考69分的人哪来的脸面打压别人？楚瑜，你这哪来的朋友？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教养这种东西是要看人的，对没教养的人，想要有教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二姑，你还是多担待点吧。毛夏妈妈，你跟周同学是什么关系？这是我侄女。张老师没想到这要巧，毛夏成绩好就罢了，他表姐成绩更好。张老师寻思着他们家的家族基因未免太好了点。张老师以为周芳春关心侄女成绩，就笑着说：数学能考满分，其他科目就算差了点，算平均分也是相当不错的。要我看，楚瑜同学考重本的概率一点不比毛夏小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劝他去我们学校借读。毛夏和周芳春都愣住了，一个个体户区优等生聚集的德中借读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借读就是在我们德中读1年，等高考时再返回原籍考试。今年我们学校的本科率虽然不是特别高，但考上了不少专科学校，受到家长们的信任，许多周边城市的家长送孩子过来借读。张老师名气大，要是他举荐楚瑜来借读，学校领导肯定会同意的。毛夏妈妈，你不用担心借读手续不好办，我今天出来前跟校长提起过，校长以前也是教数学的，他看了楚瑜的数学试卷，也觉得他是个好苗子，说下周的开学摸底考，只要楚瑜能考入年级前100名，就让他去我们学校借读。这还挺好的，就是我这侄女天天摆摊，我怕她其他科目跟不上。不碍事，我把高3要用的书和复习资料都带来了，就是为了让周同学好好复习。我们学校的传统就是数学试卷比较难，只要周同学肯下功夫，考入年级前100，问题不大。张老师说完这番话，就满怀期待地看向楚瑜。周同学，你是怎么想？虽然只是借读，可德中的借读生名额也不是想拿就拿得到的，这个机会实在很难得。谢谢张老师，我愿意去德中借读，下周的摸底考我一定到。那你这几天好好复习，摸底考那天，老师给你拿准考证，带你去考场。别说高3了，米菲小学1年级都没考过满分，这就是差距。高3数学你都能考满分，佩服。可不是吗？考那么高干什么？学学人家年级第3，一考就是69分。毛夏脸色很不好看，他们嘴太毒。周芳春留下来只会自找没趣，他拉着毛夏折回百货大楼，打算找戴晴雪。晴雪，是不是中暑了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。我没事，就是太阳太晒了，一时有点眼花。对了，楚瑜的那个个头挺高的朋友是什么来历？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？周芳春觉得他哪里怪怪的，也没多想。他哪会跟我说这种事？那小子打架挺狠的，看起来是个硬茬，听着不是本地口音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勾搭来的。不是我说，楚瑜这丫头实在太野了点，学人家摆地摊就算了，还敢跟人打架。他打架不要紧，差点毁了我们跟邱家的关系。周芳春又把楚瑜去德中借读的事说了出来。戴晴雪原本没把周建安这个女儿放在眼里，寻思着就算当了个体户也没什么大出息。可当她看到跟楚瑜站在一起的男人时，她的想法变了。虽然不确定是不是那个人，可她依旧要提前做好防备。去德中读书就相当于放在二姐眼皮子底下，说起来也不算坏事。听说她以前成绩就不好，怎么会忽然考满分？十有八九是从哪抄来的？周芳春心里舒坦不少，确实让楚瑜在外头摆地摊肯定不如去德中好，这样他就能通过毛夏掌握楚瑜的行踪了。我们得走了。楚瑜心里忍笑，面上只当没看见，十分诚恳地对米菲说：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，要不是你们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也没做什么，这几天你最好小心点，那个叫秋哥的一看就不是好人，不过你放心，东林哥不会放过他的。戴东林没想让楚瑜操心这种事，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男人肩上得能扛事，他中意楚瑜，帮他料理一个小杂碎根本不算个事，不说是怕他胡思乱想。好好复习考试，不要分心，下次我给你带个录音机过来，不许拒绝。楚瑜无奈，话都让他说完了，他还能说什么？接上集，楚楚刚去医院复查眼睛回来。今天复查怎么样？医生说什么了？多久可以摘纱布？医生说恢复得很好，纱布要到下周才能摘。楚瑜，今天有个姓张的老师来找你，说你数学考试考了满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楚瑜就把事情经过讲给他们听。家里出了个读书人，
舒爱国这下可自豪了。鹌鹑蛋和纽扣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二舅和楚香帮你卖。我这几年从没放弃过学习，不然数学也考不了这么高的分数。当个体户不会影响我，当务之急是把房子找好。这样一来，我的货有地方放，你们也不用天天回上官村，节省下来的时间我就用来读书。要是以前舒爱国肯定要强行把他送去学校读书的，然而楚瑜是个有主意的，卖夜明砂纽扣是他的主意，家里卖肉夹馍是他的主意，他养鹌鹑也是他的主意。找房子就往德中附近找，宁愿我们少赚点，也要让你少走几段路。第二天，楚瑜几人去了保德纽扣厂，问起了房子的事。陈百福把他老婆的话背给他们听。这家铺子是很好的，就在德中正对门的十字路口上，是沿着十字路口建的圆弧形小楼。铺子门口的东西路直通百货大楼和市立医院，人流量不用担心，可就是贵了点。有多贵？楼下是2个大通间，共50平方，价格是6毛1平方。贵就贵在楼上，楼上有3间居民房，那个位置不容易出租，也没办法出租，因为这套房子的产权在胶鞋厂。这种国民大厂不可能把一套房子分几个部分出租，他那边的意思是，楼上算10块钱1个月，要租就租一整套，一整套就是40块1个月了，着实不便宜。可这套铺面位置绝佳，离德中和百货大楼都很近。舒爱国挺看好这房子的，邓方平却觉得贵了点。还有没有更便宜的了？斜对面那间听说便宜点，可位置比这间差远了。邓方平瞥了眼楚瑜说的铺面，一脸嫌弃。看过这种宽敞的大铺子，哪里还能看上那种灰扑扑的小房子？我没意见，我听楚瑜的。你是妈妈，怎么还听女儿的话？你要是能考上德中，妈也听你的话。楚香撇撇嘴，觉得被他妈伤害得很深。虽然房子还没租下来，但定好了签合同的时间，一家人就算了心事。路过农贸市场，楚瑜特地拐进去买了2斤猪蹄肉。回家后，他切了几根萝卜，想炖个萝卜烧肉，就被邓方平撵出厨房。去看书复习考试吧，听说德阳中学的学生都很厉害，既会学又会玩。我记得你那个表妹毛夏就在德中，要不要找她问问情况，看考试会考哪些知识点，让她给你补习补习。楚瑜没把周芳春的事告诉他们，楚瑜不想舒慧再跟周家人有牵扯。一旦楚瑜说了周芳春挑衅的事，舒慧肯定觉得周家人欺人太甚，一想起这事心里就不痛快。不用了，舅妈，我不想跟周家人扯上任何关系。上次你二姑去医院看楚楚，我看他人挺好的，还以为你们愿意跟他亲近。他只是表面好罢了，也不知道背地里在打什么主意，我还是离他远点吧。楚瑜这么说，邓方平也不敢不当回事。也是，周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总不能一片傣族里就出了这一颗好笋吧？说不定就是你奶奶在背后撺掇他。楚瑜回屋把张志和带的书拿出来看，不得不说，这位老师很负责任，带给他的书上都记了满满的课堂笔记。楚瑜哪里有不明白的，翻看笔记也能懂个七七八八。也就是说，楚瑜穿来的挺不是时候。明年高考一共要考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和政治这几门。接上集，房子拿到手之前，舒慧和邓丽萍还是要摆摊卖肉夹馍。然而今天突然有一个吊儿郎当的青年走过来。多少钱一个？3毛钱一个。给我来2个肉馍馍。舒慧动作利索的给他切肉，男青年边看他做事边问问题，问他用的什么肉，饼是怎么做的这么酥脆，鸡蛋怎么卤出来的，都告诉你让你跟风卖肉夹馍，让你也来分一杯羹，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？舒慧是老实，可又不是傻子。大姐，你这肉夹馍可真香啊！我奶奶年纪大了，我想学了回家做给她吃，不知道你这肉是怎么卤出来的。邓方平可不像舒慧那么好糊弄，他板着脸，语气不太友善。你可真够孝顺的，你奶奶想吃肉夹馍，你就学做肉夹馍。哪天你奶奶要是想吃苹果，怎么着，你还得去栽果树。你奶奶想喝牛奶，你再去给她整2头奶牛回来。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你这么孝顺的。男青年被他对得有些尴尬，接过肉夹馍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他来到隔壁巷子口的一棵大树下，把其中一个肉夹馍递给一个男人。咱们说好的，剩下的这个肉夹馍给我吃。舒建党在廖秀梅的撺掇下，在德阳转了好几天，谁知还真被他撞见了。配方说了吗？不仅不说，还把我骂了一顿。好在舒建党也没指望他能打听出来。舒建党不想承认，可舒慧做的肉夹馍真是香，肉肥而不腻，外头的馍咬一口都掉渣，再配上卤鸡蛋和大蒜，舒建党一顿能吃10个。紧接着他又叫住路边一位老大娘，叫老大娘帮他去买个肉夹馍。大娘姓马，是附近的老住户，退休后没事干就在街道办干点杂活。舒慧和邓方平这2个外地人来摆摊后，马大娘响应国家号召，并没有把个体户往外赶，只是把2人的信息登记下来。他知道舒慧和邓方平是荣泰县人，这个叫他买肉夹馍的男人也是荣泰县的口音，马大娘就留了个心眼。刚才有个男人给我5毛钱，叫我来买肉夹馍，说他只要一个肉夹馍，剩下的2毛钱给我。大娘，那人长什么样？马大娘就给形容了一下，五官硬朗，长得板正，个头也不矮，看着有点严肃。邓方平越听越熟悉，这人听着怎么像是舒建党？舒慧一时有些愣住，他跟舒建党无仇无怨，没嫁人之前，舒建党对他这个妹妹还算不错，也就是周建安要跟他离婚后，舒建党和廖秀梅的态度才变的。谁曾想，舒建党竟然偷偷跟着他们，还叫马大娘帮他买肉夹馍。刚才的男同志10有8九也是他找来的，他想干什么？学我们卖肉夹馍，真是欺人太甚。
邓方平越想越生气，拿着钱就去找书建党对峙。书建党还以为马大娘也和男青年一样好使唤，眼巴巴等他送肉夹馍来，谁知等了老半天，老大娘没等到，倒是等来了怒气冲冲的邓方平。书建党的老脸都臊没了，哪里还敢待在这等邓方平来找他麻烦，钱都不敢要了，推起自行车就跑。肉夹馍这边遇到了事，楚瑜那边也不太顺利。姐，是不是他们都不缺纽扣了？楚香寻思着，一天卖几千颗纽扣，该买的顾客都买差不多了，没人买也很正常，总不能每天都卖几千颗吧。我们换个地方。百货大楼东边的永定巷是德阳著名的裁缝街，街边摆着不少缝纫机，做衣服的人都往永定巷凑。果然，楚瑜刚把纽扣摆出来，来做衣服的人就围上来，七嘴八舌问纽扣怎么卖。姐，你好厉害，换了个地方，生意明显好了。生意是死的，但人是活的，没生意就想办法找生意，总不能待在原地等生意上门找你吧。楚香头一次听他姐说生意经，也挺愿意学的。要是永定巷生意不好了呢？永定巷生意不好，就搬去德阳别的地方试试。德阳不行了，还有别的城市，一条路走不通，咱就换条路走。人只要勤快，总能有口饭吃。楚瑜只比楚香大2岁，舒慧和周建安没离婚前，蒋美凤对楚香不好，可楚香上头有姐姐，下头有弟弟妹妹，总拿自己当个半大孩子。如今看着他姐摆地摊撑起这个家，还说要给他和楚楚买房子，要让他们有拿得出手的娘家，楚香就觉得自己也该长大了，她应该学会去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，不能只让妈妈和姐姐辛苦。话接上集，邓方平得知书建党想偷肉夹馍配方时，直接怒气冲冲地找上门。小江他妈，你这是干嘛呢？爱国，小江他妈拍建党家门干啥？你两家出啥事了？村里人有好的也有赖的，有些人表面上对你和和气气，背地里却等着看你笑话。我妹妹跟那姓周的离婚后来山关村投奔我，这事大家也是知道的。眼看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我就寻思着叫我妹跟小江他妈去德阳开了个面饼摊子，小本生意不赚啥钱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不是为了发家致富，而是为了混口饭吃，养活这一家老小。最近舒爱国天天推着板车往德阳跑，村里人不是没有议论，下地干活时碰着面，说起舒爱国干个体户这事，都觉得稀奇。爱国，你干个体户的事我们都知道，可这跟建党有啥关系？之前舒建党怎么欺负我们家的，各位都看在眼里。我舒爱国不是孬种，不是不敢跟他干架，可我俩是一个娘的肚子里出来的，爹娘才下地几年，真要闹成那样，我以后死了哪有脸去见我爹我娘？我寻思着忍忍就算了，可他舒建党倒好，竟然跟踪我们，找别人帮他买我家的饼。建党他找人买你的饼，这是要学你将卖饼啊？村里人这才明白过来，舒建党做事真够绝的，这是一点活路不给亲兄弟留啊！自己家住着瓦房，兄弟家住草屋，就这还不满足，做人做到这个地步，也不怕遭报应。建党兄弟俩有啥不能摊开说的？你开个门，跟爱国好好聊聊，总不能一直关着门不出来吧？外头堵了不少人，都在戳他们家脊梁骨呢。廖秀梅急了，她没想到舒建党这么蠢，跟踪人都能被发现。现在怎么办？舒爱国不会撞门进来吧？舒建党知道舒爱国的性子，这个弟弟不会撞门进来，只要他一直不出去，今天就不用跟舒爱国对上。可他不可能一直不出去，粮食倒能撑几天，可厕所在房子后头，不开门就没法去上厕所。他家那肉夹馍味道不错，咱们不一定能做出那口味来。明天就叫我娘家亲戚去帮我买肉夹馍。按照你说的，肉夹馍就是饼夹肉，那也没啥不好做的。咱不指望一天赚10几块，一天赚个3、5块总能的吧？舒建党一家装孬种不出来，舒爱国拿他没法子，他总不能一把火把舒建党家给烧了吧？妈，舅妈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卖小吃讲究的是口味，他们能学我们家的行，却学不了我们家的味道。咱们把口味做好，用心经营客户关系，生意肯定会一直好下去的。舒慧和邓方平对视一眼，楚瑜这句话点醒了他们，做小吃最重要的就是味道，生气归生气，猪肉还是要照常下锅煮着的。出了舒建党这事，舒慧和邓方平更加用心的卤煮猪肉，生怕口味做不好被舒建党给比下去。周5一早，舒爱国就去房管所签字了，签完合同，房管所把钥匙给舒爱国，舒爱国拿着钥匙自己去找门面，这些事楚瑜都没有出面，他还有别的生意要做。紧接着楚瑜就让舒爱国拎了一瓶茅台去感谢陈百福。陈百福收到舒爱国的茅台时都惊到了，那红飘带和小标签确定不是仿冒的。葛兰芝正在炒菜，见陈百福从皮包里掏出茅台，顿时瞪大眼。谁送的？还有谁？不就是你帮人租好了房子，人家特地来感谢我的。这丫头挺会做人的，以后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尽管跟我说。这话不用他说，陈百福自己也知道，他知道个体户挺赚钱的，可也不是谁都有魄力当个体户。楚瑜家卖肉夹馍赚的是辛苦钱，陈百福拿了茅台，心里觉得亏欠，肯定要多帮帮他的。小姑娘人生地不熟的，在德阳也不容易。接上集，楚瑜清点了一下手里的存款，打算装修一下新租的店铺，支几张桌子，买几把旧椅子，厨房收拾一下就行了，还要怎么装修？墙面刷个大白，再订几个桌椅，这些都没啥可说的。但我想做个可视化的厨房。可视化是啥意思？饶是舒爱国这个会做木工的人都有点懵，厨房就厨房，怎么还可视化呢？咋的了？谁家厨房里黑灯瞎火的，看不见啊？普通人家开小吃店，恨不得把厨房藏起来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注重厨房卫生，
咱们家东西好，卫生干净，可不就要反其道而行，让大家都知道吗？2扇大门，咱们只开1扇，另一边用木头围起来，做个8人高的厨房吧台，装上玻璃推拉窗。客户点单后，咱们就在厨房里给他做，他头一抬就能看到整个制作过程，用的什么肉，碗干不干净，厨房卫生咋样，都是一目了然的。玻璃厨房靠路边，不堂食的顾客直接在路边点餐，可以节约不少时间。咱们一边做堂食，一边做外带生意，两边都不耽误，还怕赚不到钱。当然啦，生意不好也没关系，我还有个终极绝招，等我亮出我这必杀技，不怕他们不来买。什么必杀技，连妈都不能说。必杀技之所以叫必杀技，是因为它只有在关键时候才好用啊！现在还没到关键时候，不能告诉你。舒慧越问楚瑜越要故弄玄虚，故意把人胃口给吊得高高的。舒慧直说她是个逗趣的丫头。楚瑜，二舅想给你做一张书桌和书柜，你有没有想要的样式？楚瑜记住在二舅家，不想给人家添麻烦，一直没好意思说，没想到二舅会主动提出来。他拿起笔就在纸上画了一张草图。舒二舅看到草图都不知道说啥了，他凝重的表情让楚瑜怀疑自己的草图是不是画得太抽象了，不好实现。二舅，是不是不好做？如果太难的话就算了，你给我打一张书桌就行。这么好看的桌子，你从哪看来的？前几天看到一个男同志摆摊卖港城杂志，在港城杂志上看到的。内地虽然很少有这样的设计，但我觉得这个设计不占地方，很适合学生用。舒二舅心说港城的东西就是时髦，啥都跟内地不一样，内地还处在追求实用性的阶段，港城的东西既追求实用性又要求外观好看。次日一早，楚香守着摊子，他骑车去了趟德中门口的书店，想买2本复习题。同志你好，请问你们在画什么？马上要庙会了，我们正在画分割线，摆摊的人要把摊子摆在线后面，不许超出这条线。楚瑜微怔，他已经很多年没去过庙会了，印象中庙会都聚集在正月，德阳年中也有庙会。这个庙会是咱们德阳的传统，人民公社时期断了10多年，前年才正式恢复的。去年的庙会办得非常热闹，有将近20万人来参加，规模盛大，都上了省城的报纸呢。领导对今年的庙会非常重视，说务必要保证庙会有序进行，地点不能乱。这不，我们就提前出来把线给画好。20万人的庙会，楚瑜仿佛看到工农兵大团结在向他招手。咱们德阳的庙会一般卖什么？小吃、汽水、冰棍、衣服、布料、玩具、厨具，啥都有。参加庙会需要交钱吗？现在还有位置吗？需要交钱的。百货大楼前头这条街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，收费10块钱一个摊位。从这里到德中后面那条路是5块钱一个摊位，再往外就是3块2块的，便宜的摊位都被订的差不多了。你要是订的话也没啥好位置了，但5块10块的还有一点。楚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我脚下这个位置被人订了吗？工作人员愣了愣，拿出登记表翻看，还空着。这个位置我要了，再要个10块的，麻烦帮我挑个好点的。工作人员翻了翻本子，指着一个位置对楚瑜说：“这个位置不错，就在百货大楼正对面。本来早就被人定下了，摊主夫妻俩吵架，丈夫赌钱把老婆都给输了，俩人正在闹离婚，就把摊位给退了。你要的话，就这个是最好的。”楚瑜看都没看，付了15块钱把摊位给定下了。今天那么早，陈科长，陈百福这种人精当然看得出他有话要说。你有话就直说，说不说是你的事，能办不能办是我的事。陈科长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想找你开一张去温室的介绍信。陈百福没想到是这事，温室有不少大的纽扣厂，用的都是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。陈百福经常去温室学习交流，开一张去温室的介绍信，对他而言易如反掌。只是楚瑜去温室干什么？介绍信不是随便开的，万一你在外面惹了麻烦，调查到我身上，我也是要担责任的。所以你必须告诉我，你去温室做什么，有几天的行程。马上就要庙会了，我在庙会上租了个摊位，想卖点纽扣和小商品。我听说温室的小商品很出名，就想去温室走一趟。陈百福知道他舅的门市在哪，不怕他跑了。再说她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，也不可能在外头作奸犯科，倒也没犹豫，拿出介绍信和公章就帮他开好了。囊着，我们单位在温室有个招待所，你拿介绍信直接过去，价格便宜还安全。谢谢陈科长，这几天我不在，脱纽扣的事就交代给我舅舅了。陈百福见过舒爱国，也觉得他来更合适点，就一口答应下来。拿到介绍信，楚瑜又去火车站排队买票。你好，请给我一张去温室的火车票，明天下午那一班。17块6，需要介绍信。楚瑜把钱和介绍信一起递过去，买好票，楚瑜直奔市立医院。舒慧见他热得一头是汗，倒了一杯绿豆汤让他喝。怎么热成这样？我刚从火车站回来。火车站？舒慧惊了惊，接过楚瑜递来的火车票。楚瑜长这么大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德阳市区，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孤身一人去温室批发什么小商品。饶是舒慧知道女儿能干，也不免担惊受怕。舒二舅也觉得她一个人去太冒险了。舒二舅，不如二舅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马上就要庙会了。我听说去年的庙会有20多万人参加，人流量非常大。我帮你们把小吃店门口的摊位租了下来，我也租了百货大楼对面的位置。你们这几天最好准备一下庙会当天要卖的东西，总不好庙会当天没东西卖吧？我跟你妈多备点肉，多做点馍。除了这些，还能准备啥？舅妈，庙会当天人挤人，做肉夹馍需要时间，就算从早到晚排队，你和我妈多肉多的手发酸，
也赚不了100来块钱。我寻思这天气炎热，庙会当天肯定很多人需要喝水，多准备点汤汤水水准没错。再不行可以批发点汽水和冰棍来卖，反正做了摊位卖啥都是可以的。汤汤水水，淑慧的绿豆汤倒是做得不错，家里的石磨还能磨豆浆。绿豆汤和豆浆门槛低，庙会当天肯定很多人买，顾客也不会觉得稀奇。谁千里迢迢跑来庙会喝绿豆汤和豆浆？家里天天喝何必花钱在外头喝呢？还是卖点能随带随走的东西，最好能提前准备好的。舒爱国觉得楚瑜说的很有道理。离庙会还有几天，咱们还可以慢慢商量。当务之急是在庙会之前把房子装修好。舒慧给楚瑜煮了20个鸡蛋，带了1瓶罐头，2块大饼，1包咸菜，1瓶辣椒酱，又走小卖部买了1包方便面。楚瑜看着满满当当的包裹，有些哭笑不得。妈，我是去进货，不是去逃荒。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呢？不带东西路上饿死你，到时候人家都拿东西出来吃，就你眼巴巴看着。楚瑜想说可以路上买，可他又不想被舒慧念叨，只能带着沉甸甸的爱出发了。